少年身负重伤，濒临死亡。不料在弥留之际，引来5位先进高手垂怜，他们竟合力将1500年的功力输入少年体内，为其疗伤。在5人精心救治下，少年很快便醒了过来，身上的所有伤势也尽数痊愈。可凭他如今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庞大的内力。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少年感觉体内气血乱窜，剧痛难忍，于是他强撑身体来到5位老者居住的山洞。霸天魔刀见状，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少年体内肆虐的力量才得到释放，渐渐平息。老者表示，这是因为他的身体太过虚弱，若不能学会操控那股庞大的内力，随着发作的次数增多，不出10年便会爆体而亡。于是少年正式拜5位老者为师，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少年很快便将他们的绝学尽数掌握。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能过度使用那股力量，否则将会有经脉逆流、失去记忆的危险。而5位师傅因失去大部分功力，寿命缩减，在5年后便一同驾鹤西去。5师傅在临终前告诫他，定要心存善念，出去后可以去寻找武林守护神，或许他有办法消除后遗症，延长生命。少年在师傅们坟前重重磕下3个响头，随即收敛思绪，回到山下的小屋。不料打开门，却发现床上坐着一位陌生男子。少年观察片刻，感觉他并无恶意，遂走上前去。而男子伸手递出一条项链，轻声询问道：“这项链是你的吗？”少年见状，满脸气愤地夺过项链：“你为什么要乱翻别人的东西？”男子轻笑一声，从怀中拿出一条相同的项链。这种石头叫冥魂石，是我在你出生之前送给你母亲的。它有一种特性，就是能靠其中的一半感应到另一半。少年接过冥魂石，与自己的项链对比一番，发现上面断裂的缺口恰好完美吻合。这时他才意识到，眼前的男子极有可能是自己素未谋面的父亲。男子自责地请求少年原谅自己，他并不知道孩子的出生，否则不会这么久才来找他。你叫东方朔，我是你的父亲东方金。少年听见父亲这个陌生字眼，呆愣在原地。在得知儿子这些年的遭遇时，东方金愧疚地将他搂入怀中，感受到父亲温暖的怀抱，东方朔心中浮现出从未有过的感觉。闲聊片刻后，东方金决定带他回家，二人连番赶路，来到郊外一处树荫下歇脚。东方朔拿着荷叶到小河边，准备为父亲取水，不料却发现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子倒在岸边。但自小深知江湖险恶的他，并不想多管闲事，而是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父亲身旁。这时突然一群蒙面人正急速朝他们冲来，为首之人上前出言轻喝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受伤的女人？”可待看清东方金的面容时，他的脸上却浮现出一抹惊骇之色。他认出东方金乃武皇城4王之一的死亡。而这时河岸边传来同伴的声响：“找到了，他在这里。”蒙面首领恭敬地朝东方金低声道歉一番，随即身形跃起，快速朝同伴的方向掠去。不久后，只见蒙面人扛着那名女子走来。东方金疑惑地看向儿子，询问道：“你刚刚应该看到她了，为什么你视而不见？”东方朔低垂着脑袋，沉默不语。这时昏迷的女子缓缓睁开了双眼，她看着东方金，眼中满是祈求之色：“求求你救救我！”东方金见此情形，开口叫住了他们，并询问起那名女子的来历。面对死亡的提问，他不敢不答，她是鬼手神偷的女儿。就在东方金想要继续追问之际，突然有一群人来势汹汹从天而降，顷刻间便将那伙蒙面人团团包围住。带队之人竟是纵横武林称霸一方的魔帝，而他们的目标也正是那名女子。突如其来的状况令蒙面人如临大敌。这时在一旁观看的东方金却提出让他们把女子交给自己的提议。蒙面人思虑片刻后答应了下来，毕竟死亡曾经也同为武皇城的人，如今情势所逼，他别无选择。东方金经过询问，得知女子乃道天门的传人，名为苏颜。武皇城的人杀了他的父亲鬼手神偷，目的是为了得到道天门所藏宝藏的位置。得知来龙去脉后，东方金使用内力为其疗伤，片刻后苏颜便恢复了些许行动能力。这时魔帝看着东方金，语带讥讽说道：“这不是死亡吗？听说你已经脱离武皇城，不再当走狗了，我劝你还是别多管闲事为好。”言罢抬手运转内力，便要朝苏颜抓去。就在东方金眼神凌厉，正要出手之际，地便再次凸起，只见半空出现一名气势磅礴的老者，身形如闪电般俯冲而下，落入人群之中。来人正是武皇城之主武皇顾杨鹏，他的出现令场中局势越发的剑拔弩张起来。这时武皇也发现了正为苏颜疗伤的东方金，见此情形，他心中发出一声冷哼，自己都快要死了，还浪费真气去救一个陌生女人。随即走上前去，表示希望东方金能重回武皇城。我女儿所做的事情，我替她向你道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女婿。一旁的魔帝闻言却发出一阵耻笑，真是个不择手段的老东西，竟然利用自己的女儿去控制别人。东方金并没有理会他们，而是询问起苏颜的恢复情况。当苏颜得知救自己的是死亡时，一脸震惊，但紧接着东方金的神情变得无比严肃，他表示自己本就已经时日无多了，可以拼尽全力帮他拖住这里的所有人，唯一的要求便是要他从今往后尽自己所能的去保护东方朔。苏颜神情郑重的点头答应了下来。东方金对着儿子轻笑着说道：“看来我们父子重逢的时间只能到此为止了。”东方朔眼含泪光，怨恨的看了宋颜一眼，都是因为你，还没来得及享受的父爱又没了。东方金语重心长安慰道：“不要对任何人心怀仇恨，也不要为此感到难过，反正我过不了几天也会死去。去洛阳东方家找你的爷爷吧，你在他身边会很安全。”言罢双指骤然探出，封住东方朔几处穴道。做完后转身大步朝前方走去，快带他走吧。随着一声轻喝声响起，东方金浑身气势陡然攀升至巅峰状态，狂暴的气息形成一股气浪朝四周奔袭而去。武皇和魔帝见此情形也不敢大意，纷纷真气周身环绕进入战斗状态。而苏颜见双方火力全开，不再犹豫，
域，扛起不能动弹的东方朔，急速朝远方掠去。几个侍卫见状，连忙飞身跃起，便要追击。只见东方金轻飘飘一掌骤然探出，顷刻间便将几人轰成血雾。武皇和魔帝见状，也不再过多废话，厉声令下数十人群起而攻之。尽管东方金战力通天，但同时面对2位绝世高手和大量守卫围攻，饶是他拼尽全力也是分身乏术。在武皇和魔帝的紧密进攻下，渐渐落入下风。一个闪躲不及，被武皇一剑劈中胸膛。而这一幕恰好被未走远的东方朔看在眼里，只见他脸上青筋暴起，双眸逐渐变得血红，随即不停挣扎，试图冲破穴位。苏颜见状，只能将他送回地面。突然，东方朔张口猛地吐出一口鲜血，他竟强行冲开了父亲留下的禁制。只见他两眼通红，声音沙哑，怒吼道：“滚开，别碰我！”而此时的东方金已经被武皇和魔帝击败。就在魔帝准备一剑彻底了结他时，突然身后传来轰隆巨响和痛苦的惨叫声。只见东方朔夺过一把长剑，身如闪电，狂暴的真气汹涌肆虐，顷刻间便斩杀数人。他两眼通红，不停地挥舞着利刃，声音嘶哑，如同来自地狱的魔神：“都给我去死！”魔帝见此情形，心中无比震惊，他在东方朔的身上感受到极其危险的气息。眼见东方朔朝二人急速冲来，他们连忙飞身后撤，拉开距离。少年来到父亲身边，不停地呼喊。可此时的东方金已是奄奄一息，无力回天。他费力地睁开双眼，看着儿子呢喃道：“孩子，我爱你。”对不起。言罢便视线模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父亲的死让东方朔彻底陷入了疯狂，他仰头发出一声怪物般的嘶吼，随即身形如离弦之箭朝武皇魔帝二人冲去。此刻他体内的能量彻底爆发，陷入暴走状态。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杀光这群围攻父亲的罪魁祸首。利剑在其手中不断发出刺耳的嗡鸣，身形快如鬼魅，顷刻间将一众守卫斩杀殆尽。武皇和魔帝见此情形，心中一阵骇然，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下一秒，少年双目血红，径直朝二人冲来。武皇见状不敢大意，连忙抬剑相迎，双方兵器碰撞，发出铿锵巨响，狂暴的力量如骇浪般朝周围肆虐开来。此时武皇心中震惊无以复加，刚刚交战一招的力量竟震得他双手发麻，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而少年并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如同一台杀戮机器般疯狂进攻。可虽然他体内拥有1500年的功力，但却并未完全掌握运用的方法，并且他的战斗经验几乎为零，只能凭借本能使用蛮力挥剑劈砍。但仅凭爆发出的强大力量，也打得武皇节节败退。不料这时武皇招式一变，使出阴招，一剑荡开少年猛烈的攻击，左手骤然蓄力一掌朝其胸膛轰去。突如其来的变故，少年根本来不及闪躲，身体擦着地面被轰得倒飞出去。这时姗姗赶来的苏颜恰好看到这一幕，情急之下一剑直刺朝武皇奔掠而去。武皇察觉到身后袭来的劲气，发出一声冷哼，真是自不量力。殊不知地上的少年已是悄然起身，随着一声怒喝，长剑闪电般刺入武皇胸膛，强大的力量在此刻轰然爆发，带着武皇的身体一同朝前方冲去。长剑裹挟长虹贯日之势，将其定在大树之上。武皇口中鲜血不停狂涌而出，瞳孔巨颤，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少年。一旁还未来得及插手的魔帝也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而此时暴走的少年并未就此罢手，只见他单腿抵住武皇身体，缓缓拔出长剑，随即发出阵阵怒吼，挥剑朝其尸体疯狂劈砍。他如同来自九幽的魔神，宣泄着心中的愤恨，直到将大树劈断，武皇化成肉泥才停下动作。魔帝看着如此恐怖的一幕，被惊得冷汗直冒，心中甚至升起一丝逃离此地的想法。他方才在与死亡的战斗中受了严重内伤，他深知以如今的状态必然不是少年的对手。而此时少年已是豁然转身，双眼猩红的死死盯着他。随着少年一步踏出，周身气势如骇浪般朝魔帝迸射袭去。魔帝强压下心中的不安，抬剑万分戒备。只见少年剑指苍穹，浑身内力骤然勃发，狂暴的劲气竟是将无数碎石震向半空，一股无可匹敌的威压令魔帝心惊胆战。骇然之下，他张嘴怒骂一声：“我的发科！”随即竟不顾魔帝尊严，转身朝后方逃去。少年大喝一声，利剑朝前一挥，无数碎石如炮弹般朝魔帝猛砸而去。魔帝无奈之下，只能停下身形，挥剑抵挡。不料却发现少年已然躲在一棵树后，他怒火翻涌，猛地挥出一道刀罡，大树顷刻间轰然炸裂开来。而就在这一瞬间，少年身形如离弦之箭般俯冲而下，手中利剑发出一声嗡鸣，直奔魔帝胸膛。速度之快，魔帝根本来不及闪躲，随之而来的是身体被刺穿的声响。紧接着少年口中发出一声瘆人的嘶吼，利剑在其体内扭转45度，再次怒劈而下。魔帝在满脸的不甘中被劈成了两半。做完一切，少年呆呆站在原地，沉默半晌。片刻后，他豁然转身朝苏颜的方向走去，但他仍然保持一丝理智，并没有伤害苏颜。走到父亲跟前，便失去全部力气，栽倒在地。这时突然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感袭遍全身，这是他强行动用力量而产生的后遗症，体内气血翻涌，好似要将身体撕裂一般。不久后，少年便闭上双眼，失去了全部知觉。少女18年来第一次偷偷在院子里洗澡，不料却被起床夜尿的男孩看了个精光。可少女发现后并没有表现出慌乱，而是神色淡然地扯下浴巾包裹在身上。这时男孩依旧目不转睛，看得出神，一时间竟忘了把裤子提上。回过神来后，他匆忙拉上裤子，歉意说道：“我也被你看光了，这下算扯平了。”可下一秒，少女身形一闪，出现在其身侧。少年只觉后颈突然一疼，便失去了意识。次日清晨，少年猛然睁开双眼，从床上坐起，却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回到了房间里。他连忙拉开裤头查看小兄弟是否安好，一
番查看后，才轻舒了一口气。难道昨晚的事情只是一个梦？随即他摇晃着双臂走出房间，可转瞬间又看到昨晚那位美貌少女。少年见状，满脸震惊地指着他，而少女一言不发，急忙转身跑回屋内。等少年连忙紧随其后打开房门，却发现里面根本一个人影都没有，这让他不禁感到一阵疑惑，脑洞大开，严重怀疑那个漂亮女人是一个女鬼。于是他鬼鬼祟祟躲在咸菜缸后面，打算来个守株待兔。这时奶奶回来，疑惑地询问他在干嘛。少年一本正经地将女鬼的事情说了出来，还说那个女鬼长得特别的漂亮。殊不知这句话却让奶奶脸上升起一丝红晕。接着二人来到集市卖菜，少年看着自己满身的伤痕，很是不解。3年来他一直搞不清楚这些伤痕从何而来，奶奶只告诉他是被村里的恶霸所伤，甚至因此失去了记忆。原来东方朔3年前过度使用体内的力量，在斩杀了武皇和魔帝后引发了后遗症。宋岩将失去记忆的他带到村庄，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活。但东方朔也不打算对过去的事情深究到底，村民们个个淳朴善良，都待他如亲人一般。这时一群蒙面人骑着快马突然出现在村庄，奶奶见有外人到来，脸色变得无比严肃，周围的村民也纷纷拿起锄头镰刀，全神戒备。村长见此情形，走上前去询问他们的来意。蒙面人拿出一张画像，询问村长是否见过上面的女人，而画像上的正是道天门门主宋岩。就在村长从容镇定的想说没见过之际，一旁的东方朔却突然大叫了一声，这是那个漂亮女鬼。九叔见状连忙伸手捂住他的嘴，解释道，这孩子从小脑子就不太好使，经常乱说话。但蒙面人根本不信这套说辞，利剑陡然出鞘，瞬间便架在东方朔的脖子上，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保证不会伤害这里的人一根汗毛。奶奶见状连忙将东方朔护在身后，我孙子脑袋受过伤，失去了记忆，他什么都不知道。话音刚落，一道剑光骤然划过他的脸庞，可接下来的一幕却令蒙面人脸色大变。方才一剑并没有在奶奶脸上留下伤痕，而是划破了他脸上的人皮面具。就在蒙面人震惊之际，奶奶手腕轻抖，一道寒光如闪电般爆射而出，咻的一声径直没入蒙面人胸膛。村民们见状也拿起手中的武器一拥而上，任谁也想不到淳朴的村民竟都是武林高手，他们出手干净利落，招招致命，没一会功夫便将所有蒙面人尽数斩杀。结束战斗后，众人聚集在奶奶面前，而她的声音变得如莺啼般悦耳，看来这个地方不能待下去了，大家这些年辛苦了，都先回去吧。村民们依依不舍地和东方朔告别一番，随即飞身掠起，朝四周奔掠散去。而奶奶一把拽住东方朔往回跑去，为今之计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家后，他让东方朔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不料少年倔强地表示若不告诉他实情，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奶奶见状沉默了半晌，随即浑身骨骼突然发出咯吱的声响，身形顷刻间变得挺拔起来，紧接着伸手撕下人皮面具，露出真容，正是信守承诺一路保护东方朔的宋岩。东方朔见状一脸震惊地指着他，你就是那个女鬼。此时宋岩也不打算再隐瞒，一五一十地将失去记忆的经过全盘告知。得知真相的东方朔也满脸不可思议，自己竟杀了江湖排名前10的2位绝世高手，现在武皇城和魔帝城正倾尽全力地追杀他，而他体内的那股力量也在渐渐恢复。苏岩提议先前往洛阳寻找他爷爷再做打算，可刚没走多远，东方朔就表示自己尿急，于是窜到大树下便开始解开裤腰带，不料却看到一位红发男子在旁边休息。他连忙说了声抱歉后转移阵地到草丛，时不时还好奇地朝红发男子看去。男子见状语气有点不耐烦说道，你一直偷看我干嘛？有事吗？东方朔一脸抱歉说道，你的红色头发让我喘不过气来。一旁的苏岩听到二人谈话，似乎想到了什么，连忙飞身掠起来到树后，随即恭敬地朝红发男子行礼道歉，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了。而这时东方朔手都没洗，便掏出一块肉干递了过去，吃吧，我听见你肚子在叫。苏岩见状连忙阻止说他不是乞丐，好像生怕惹怒了对方一般，但东方朔却不以为意，一把抓起红发男子的手，将肉干塞了过去。离开时，东方朔询问苏岩是不是认识他，苏岩表示红发男子是一位赏金猎人，只要给钱什么活都干。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下了脚，接着说了句等我一下后再次朝大树跑去。原来男子乃最强赏金猎人赤发，所用武器正是江湖上凶名赫赫的绝魂刀。苏岩想要雇佣他护送前往洛阳，赤发鬼一口咽下肉干，开价100两黄金。但此时苏岩身上并没有那么多钱，无奈之下只能表明自己道天门门主的身份。听到苏岩的名字，赤发鬼起身答应了请求，并且后悔自己没有把价格抬高一些。但他接受委托并不是因为苏岩的身份，而是因为东方朔给了他一块肉干。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三人很快便熟络起来，有赤发鬼护送，一路上也省去了很多麻烦。拦路的土匪见他们到来，只能乖乖让路。三人来到一座小镇，找了间客栈住下。夜晚，东方朔看着苏岩怔怔出神，他想起那天晚上在月光下沐浴的女鬼。苏岩好像察觉到异样，扭头看了他一眼。东方朔当即老脸羞红，装作若无其事。接着他好奇地询问起苏岩为什么当小偷。苏岩神情骄傲地表示自己是道天门传人，只要自己想偷的东西都能信手拈来。东方朔闻言却是满脸的不相信。苏岩见状表示让他见识一下道天门的绝技。只见他双指轻轻沾了沾茶杯里的水，接着抬起放在东方朔跟前说道，仔细看我的手。下一秒他指尖上的水便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东方朔脸颊上。
上。东方朔满脸的不可置信，他的手明明没有移动过，于是他便请求苏颜再来一次。这次他全神贯注地盯着苏颜的手指，但尽管如此，水滴还是莫名的来到脸上。次日清晨，三人来到大厅用膳，赤发鬼刻意和他们保持距离，因为他得知昨晚苏颜教了东方朔道门绝技，所以担心自己的钱包受到伤害。就在这时，客栈门口走来3位不速之客，他们乃官府榜上有名的通缉犯袁氏三兄弟。三人东张西望，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可当看到赤发鬼时，他们脸上浮现出惊恐的神色。通缉犯可是赏金猎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三人生怕被认出来，连忙坐下背对赤发鬼。不料一旁的东方朔二人却引起他们的注意，其中一人认出苏颜在武皇城的悬赏名单上，于是三人不再停留，鬼鬼祟祟地离开客栈。而这一切都被赤发鬼看在眼里，只见他扛起绝魂刀朝门口走去，我去就来。三兄弟出了客栈便撒丫子狂奔，他们想尽快将苏颜的下落带到武皇城。就在这时，三人一脸惊恐地停下身形，赤发鬼已是提着大刀等他们许久了。三人见状当即被吓得浑身颤抖。赤发鬼表示本来不想找他们麻烦，要怪就怪他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人。事到如今，三兄弟也是鼓起勇气轻喝一声，我们一起上，跟他拼了！只见赤发鬼的绝魂刀发出一阵诡异的红光，紧接着一道霸道的刀刚闪电般迸射而出，三人连忙持刀护于身前格挡，但其中一人还是来不及闪躲，被抹脖子。而就在他准备再次动手解决另外2人时，突然感到身后一道强大的力量在急速靠近，只见一秃头老者正手泛寒光朝他背后袭来，此人乃袁氏三兄弟的师傅。情急之下，赤发鬼转身一刀怒劈而下，两道狂暴的力量砰然相撞，发出惊天巨响。待尘烟散去，赤发鬼脸上升起一丝严肃，他认出此人乃江湖上臭名昭著的绝世高手，九龙三怪中的第一怪曹疯子。曹疯子挥舞长剑，嘴中不停发出疯狂的大笑，他与人交战向来如疯子一般以命相搏。赤发鬼在其狂轰乱炸的猛击下竟有些吃力。袁氏兄弟看着焦灼的局面，心中升起坏心思，他们想到被武皇城悬赏的苏颜和东方朔，若是率先抓住他们，定能得到师傅的奖赏。于是二人立马转身朝客栈方向狂奔而去，不料在半路便遇到他们朝这边走来。二人见他们自投罗网，一脸奸笑的缓缓逼近。东方朔见状大声质问他们想干嘛，两兄弟扭头互相对视了一眼，紧接着光头举刀朝东方朔怒劈而去。没用的小鬼，先去死吧！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东方朔眼神一凛。而在这时，一直暗中戒备的苏颜动，只见他急速抽出腰间的软剑，快如闪电般划过光头的手臂。光头错愕地看着与身体分离的手掌，片刻后他才反应过来，捂着手腕惨叫。苏颜眉头微皱，语气冰冷说道：“不想死的话就给我滚开！”但老大似乎还没认清自己的实力，举起大刀怒喝一声，冲上前去。下一秒，只见2道寒光迸射而来，兄弟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洞穿了脑袋，而那2道寒芒在空中骤然调转，顷刻间又急速飞回苏颜的手中。这时苏颜察觉到不远处赤发鬼在跟一位实力相当的高手战斗，正考虑着要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前去相助时，一旁的东方朔却也感知到那2股力量，于是他好奇地招呼苏颜前去看看。苏颜见状，心中不由一喜，虽然东方朔的记忆还未恢复，但体内的功力已经在逐渐觉醒。而此时赤发鬼二人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曹疯子被势大力沉的一刀劈飞出去数十丈，他大口喘着粗气，越打越心惊。万没想到赤发鬼的实力竟如此强大，而反观赤发鬼浑身包裹着一层红光，嘴角不停发着瘆人的冷笑。紧接着他大喝一声，如离弦之箭般弹射而出。老家伙，准备好去死了吗？刀光如雨点般疯狂向曹疯子袭来，如此密集的攻势，他根本找不到反击的机会，一个不慎再次被赤发鬼一刀轰飞出去，身形倒掠，直到撞在树上才堪堪停下。而赤发鬼不再给他喘息的机会，身形已是如闪电般紧跟而上，随着凌厉的刀光一闪而过，曹疯子连同身后大树一起被一分为二。这一幕恰好被赶来的东方朔二人看到，一番称赞后，苏颜为他包扎了伤口。而这时东方朔正乐此不彼地练习着苏颜教他的道门绝技鬼手，可突然他感觉丹田一阵猛烈的剧痛感传来，紧接着脸上青筋暴起，惨叫着瘫倒在地。突如其来的状况令赤发鬼二人手足无措，而此时一片片记忆碎片正在东方朔脑海中浮现，父亲惨死，杀武皇，斩魔帝，失去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出来。他艰难抬起头请求苏颜揍自己，而且是要大力出奇迹那种。这种特殊的要求令二人面面相觑。苏颜挥动玉手，一套阴阴拳敲打在他后背上，东方朔瞬间无语，大声喊着要求更换技师。于是在苏颜目瞪口呆下，赤发鬼一记泰式揉腹腿踹在他腹部之上，东方朔翻滚出去数丈远，喊了声舒服。就是这样，力道刚刚好，不要停。此话一出，18号技师赤发鬼更加卖力，几乎每一次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2个时辰后，东方朔才消除后遗症，恢复平静。就在东方朔恢复记忆后，三人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洛阳东方家。可当爷爷在孙子口中得知儿子的死讯时，他怒火攻心，一掌拍碎了身前的桌子。天底下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背过身去命管家送东方朔3人去休息。次日清晨，东方朔一夜无眠，在床铺上修炼功法。为了防止体内的能量失控再次暴走，他只能通过不断练习功法压制后遗症发作。
师傅们为他续命10年，如今已过去了3年，若不能找到武林守护神寻求化解之法，自己恐怕终将爆体而亡。结束修炼后，东方朔在屋子里闲逛，在路过爷爷房间门口时，他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股强烈的杀气，吓得他急忙转过身去，却发现杀气的来源来自墙上的红布后面。他以为家里来了刺客，戒备的缓缓靠近，随即一把扯开墙上的红布，而映入眼帘的却只有一个木盒子。他好奇地打量一番后，决定将其打开，不料却发现这只是个空空如也的剑盒。就在他十分奇怪一个剑盒为何会对自己散发杀气时，马管家突然悄无声息出现在他身后。他告诉东方朔，那不是空盒子，而是放着东方家族的至宝风灵刃。接着马管家又给他解释了东方家族的由来，原来东方家乃风灵秘术的传承家族，只有学会风灵秘术才能看到或使用风灵刃，而这种秘术唯有东方家族血脉才可以掌握。如今东方朔已经是东方家唯一的继承人了。不料这时爷爷突然怒气冲冲推门而入，他不同意东方朔继承家族的秘术，而是想让他学习知识，远离江湖纷争，这让东方朔很是无语。在山里长大的他对繁文缛节并不感兴趣。平安到达洛阳后，赤发鬼的任务也告一段落，而苏颜表示要回去一趟给赤发鬼拿佣金，顺便去到天门藏宝库中看看是否有化解东方朔后遗症的方子。苏颜带着赤发鬼走进一条偏僻的小巷，此处正是到天门在洛阳的一处联络点。苏颜向执事拿了张100两黄金的银票，支付给了赤发鬼，而执事也认出赤发鬼的来历，提出要与他继续委托任务的想法。他需要赤发鬼帮他找一个人，时间约定为1年，报酬为100两黄金。听到有钱赚，赤发鬼立马搭上执事肩头，边走边商量起合作的具体细节，一副财迷的模样，看得苏颜一脸无奈。而东方朔百无聊赖的在城中闲逛，无意之间来到了武林盟门口，却意外看到城墙上的保安招聘信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武林盟盟主杨顶天正一脸恭敬的在东方家拜访他爷爷，而爷爷此时的语气颇为严肃：我已经决定不让我孙子接受东方家传承，我劝你不要对此事抱有期待。东方家只剩下他一根独苗，我希望他能过上平静的生活。杨顶天闻言低垂着眼帘，沉默不语。老爷子丧子之痛他能够理解，但若失去东方家的守护，对武林盟乃至整个武林都将是一场灾难。这时出门闲逛的东方朔缓缓走来，爷爷并未透露杨顶天盟主的身份，而是介绍他是东方朔父亲的至交好友。就在爷爷表示要让他学习文化的时候，东方朔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拒绝，并表示自己打算去武林盟应聘当保安。此话一出，当即引来爷爷强烈不满，教育他年轻人要懂得上进，而东方朔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做能少走几十年弯路。就在东方朔爷孙俩争执不下的时候，一旁的盟主提出一个折中的想法，可以让东方朔去当保安，空余时间他来安排人教他文化课，并且保证绝对不会让老爷子失望。东方迅闻言思索良久，最终答应了下来。而杨顶天见状，心里却乐开了花，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让东方家断了传承，但他那点小心思哪能逃过老爷子的法眼？杨小子，若你敢利用我孙子做什么，我亲手把你送去陪我儿子。杨顶天闻言冒出一头冷汗，满脸苦笑。事情定下后，他10万火急地赶回武林盟，如一阵风般找到管理人事的公主管，言简意赅的叮嘱不惜代价也要留下东方朔。接着他又找到唐军师，请求他出面教东方朔文化课，这当即引起唐军师强烈的抗议。堂堂武林盟军师竟要去教一个小屁孩读书，但无奈盟主再三的请求，甚至将东方家的事情一并告知。为了整个武林的大局着想，唐军师最终答应了下来。第二天，东方朔慢悠悠来到武林盟后门，公主管和护卫队长已再次等候多时了。见到对方是个小屁孩，二人面面相觑，想不明白盟主为何对此事如此上心。不料东方朔刚进门便狮子大开口，要价每个月工资5两黄金，这令一旁的队长无比气愤。他堂堂队长一个月才8两银子的俸禄，无奈盟主再三交代，公主管也只能答应下来。在这有意的安排下，东方朔成为武林盟看守后门的保安，每天交班后又会被带去唐军师那学习文化。唐军师乃唐家绝无仅有的天才，天文地理医术占卜样样精通，江湖各大势力都想将他收为己用，其中武皇城和魔帝城夜袭唐家展开争夺，整个唐家在一夜之间被覆灭，幸得武林盟相助，唐军师才得以幸存。东方朔自小山里长大，行为举止十分粗俗，刚进门便围着唐军师左秀右砍，还说他像个女人，这把唐军师气得火冒三丈，心中暗自恼怒，为什么要接下这个烂摊子。这天东方朔在后门值夜班，他的搭档半夜闹肚子去一趟厕所，就在这时有一支小队来到城门下，东方朔尽责地将他们拦下，表示要出示令牌。为首之人很不耐烦地让他走开，声称自己乃白虎堂小队长，每天在外执行任务归来不需要令牌，但新来的东方朔根本不认识他们，表示没有令牌不允许进入。这把小队长气得火冒三丈，怒喝一声让他滚开，别耽误时间。东方朔见状展开架势，轻喝道：何方宵小竟想来偷大门，人在门在。小队长见看门的竟是个傻子，无奈叹了口气，随即不再理会，向大门走去。而就在这时，东方朔握刀的手动，只见刀光从小队长脖梗一闪而过，下巴的帽绳应声而断，距离咽喉仅差1寸距离。东方朔神情严肃地再次发出警告，再敢上前一步，后果自负。小队长何时被一个保安如此欺辱过？
怒喝一声，手中利刃瞬间出鞘，剑光如闪电般顷刻间便来到东方朔身前。不料这一击却被东方朔轻轻松松挡下，其余人见状也纷纷拔剑群攻而上。于是他如猛虎般径直扑入人群，其中几人还未来得及反应便被击飞出去。他身如鬼魅，剑似闪电，白虎队没有人是他的一招之敌。幸好东方朔手下留情，只用刀背攻击，只断人筋骨不伤人性命。剧烈的惨叫声不断在门外炸响，在城内打盹的侍卫长被激烈的打斗声惊醒，他第一反应便是有刺客夜袭武林盟，连忙发出紧急命令到城门口集合。可当他带着一群人赶到时，门口已是只有东方朔一人站着。他气愤地对侍卫长说道：“这群人想硬闯武林盟，一定是刺客。”可当侍卫长看清白虎队队长面容时，他当即吓得瞪大双眼，直冒冷汗，随即连忙扶起正在呻吟的队长。队长气愤地指着东方朔，嘴中含糊不清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侍卫长看向东方朔，满脸怒气，却不敢多言。次日，盟主把侍卫长叫到了办公室，他本以为盟主是因昨晚的事情要惩罚自己，却不料盟主只是简单的询问一下经过，最后竟还夸奖东方朔尽心尽责。另一边，唐大军师请求李护卫带自己去外面走走。自从6年前唐家被灭门后，他就像一只小鸟般待在武林盟不曾外出。李护卫表示，虽然武皇和魔帝已死，但还是不敢保证危险全部解除。可唐军师却露出一脸渴望的表情，无奈之下，李护卫只能答应下来。一番变装后，两人来到了后门，但东方朔还是一眼便认出了自己的老师，于是便出声询问他要去哪里，晚上几点回来上课。不料这时一把利剑闪电般来到他面前，李护卫面无表情，冰冷说道：“你的话太多了，身为门卫不该问的别问。”东方朔见状一脸不高兴，武林盟的人怎么都喜欢用剑指着他，他单手握上刀柄就要给李护卫教训一顿。就在剑拔弩张之际，唐军师出言制止道：“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东方朔看着唐军师的背后大喊道：“不要迟到了，我很忙的。”可直到傍晚交班，东方朔还是没看到唐军师回来的身影。不放心的他转头便朝他们离开的方向走去。而此时唐军师和李护卫也正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李护卫神情一凛，好像察觉到什么，接着利刃陡然出鞘，将唐军师护在身后。他满脸戒备地朝前方的空气轻喝道：“给我滚出来！”原本空无一人的草坪上，竟凭空出现数十道身影，他们个个手持锯齿刃，浑身杀气。为首之人语气森然，哈哈大笑起来：“你终于舍得出来了，唐军师！”李护卫见状，神情无比严肃，对方的气息让他感觉到十分危险。他深知若自己不敌唐军师，也将必死无疑。但那蒙面人首领却不打算现在出手，而是命令手下先去消耗李护卫的实力。就在李护卫和他们缠斗之际，突然有一人趁其不备朝他身后掠去，锯齿刃闪着寒光直奔唐军师咽喉。情急之下，李护卫连忙后撤，劈下那人手臂，而自己却留下破绽，被身后之人一刀劈中。反应过来后，他一击将身前之人了结。这时蒙面人首领见时机成熟，一跃而下，一条九节鞭自他袖口猛然滑落。见此人使用的武器乃九节鞭，李护卫脸色越发凝重，他认出此人乃嗜血阁阁主藏月鬼。难道是武皇城或者魔帝城雇佣了他？他深知自己对上藏月鬼胜负难料，未经之计只能想办法让唐军师逃离此处。但藏月鬼并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一声令下，众手下再次群起而攻之。李护卫只能挥刀奋勇抵抗，瞬间干掉一人。可就在他应接不暇面对群攻之际，藏月鬼的九节鞭如灵蛇出洞般急射而来，顷刻间便径直刺入他的腹部。李护卫捂着伤口怒骂一声卑鄙，随即向唐军师传音，让他趁打斗的时候逃回武林盟搬救兵。就在对方再次群攻而上之时，唐军师转身便朝后方跑去，李护卫则拼尽全力将追击的人拦下。此时他已是强弓弱弩，拼着以伤换伤的打法斩杀数人。不料一个不慎，还是路掉一人冲向了唐军师。他神色焦急地大喊一声小心，想上前营救，却已是来不及。唐军师眼见那人持刀朝自己劈来，恐惧之下竟然出现左脚踩右脚的情况，也幸好被绊倒，才堪堪躲过致命一击。而这也正好为李护卫争取了时机，身形暴掠而来，一刀了结了那人性命。接着又连番激战，斩杀几人。他脚步踉跄地将唐军师护在身后。此时他已是没有再战的余力，只能绝望地看着再次袭来的敌人。就在他闭上双眼等待死亡来临之际，突然一道狂暴的劲气在身前猛然炸开，强大的力量直接将袭来的众人震飞出去。二人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前方，来人正是出来寻找老师的东方朔。如此恐怖的实力惊得杀手首领目瞪口呆，东方朔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而是扭头询问起唐军师的状况。唐军师得知只有东方朔一人前来，一脸担忧，对方可是嗜血阁阁主，岂是你一个小小的保安能够对付？但东方朔一脸的不以为然，这种小角色我挥一挥手就能搞定。他让二人先行返回武林盟，随即扭头冷冷地看着藏月鬼。藏月鬼也看出东方朔并非寻常之辈，于是摘下面具想和东方朔套近乎，但东方朔显然不喜欢吃这一套。说吧，你想怎么死？藏月鬼见他油盐不进，顿时有些惊疑不定，心下暗自揣测能有几分把握拿下此人。片刻后，他下定决心，大手一挥，全部一起上，不要留手。众手下听令，当即纷纷朝东方朔群攻而上，而东方朔出刀的动作更快，刀光如闪电般划过一人脖颈，他出手果断，刀刀致命，拦截在前方的小卡勒米顷刻间被尽数斩杀。紧接着他单腿阵地俯冲上前，凌厉的一刀朝
藏月鬼怒劈而去，后者则连忙翻身后侧闪躲开来。东方朔紧跟而上，再次接连挥出数刀，但藏月鬼交战经验丰富，左右腾挪闪躲开来。突然他眼中出现一抹狡猾之色，手中九节鞭如灵蛇般急射而出。东方朔见状，长刀一挑将九节鞭荡开，却没察觉到身后有一人正在搞偷袭，猝不及防之下被一刀劈中了手臂，而这一击却是把东方朔彻底激怒，招式骤变，一记夺命脚将那人送上西天。此刻他双眼血红，青筋暴涨，正是动用了体内禁忌的力量。藏月鬼见此情形，脸上冒出丝丝冷汗，为何他的实力暴涨如此之多？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另一边，唐军师二人半路便遇到前来寻找的守卫，他先让守卫代理护卫回武林盟疗伤，随即率领其余人火急火燎地朝东方朔的方向跑去。快赶到时，前方突然发生一场剧烈的爆炸，恐怖的威力几乎摧毁了方圆几里的草木。待尘烟缓缓散去，现场只有东方朔一人的身影，嗜血阁的所有人似乎全部化为了灰烬。东方朔使用禁忌力量暴走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东方迅耳中，老爷子无比担忧地在屋内来回踱步，若不想办法将那股神秘力量消灭，东方朔恐怕最终会沦为杀戮恶魔。这时马管家提议将风灵秘术传授给东方朔，或许这样可以压制他体内的能量。不过这个想法很快便被老爷子回绝了，他不会将秘术传给随时可能成为恶魔的人。目前最重要的是查清那股力量来自何人。而东方朔因营救唐军师立下大功，特被盟主提拔为武林盟的检察使，并被唐军师邀请一同前去寻找和神医当武林盟的和平使者。原来距离武皇和魔帝被杀已经过去3年，武皇城如今由武皇的女儿顾巧和武宁王慕容烈这对奸夫淫妇掌控，而魔帝城则由魔帝的长子马龙山接任。这两大势力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寻找凶手，而他们实力恢复最为担忧的便是武林盟主。武皇城和魔帝城向来不和，时常发生战争，为了维持江湖的和平，盟主决定让两家签一个和平协议，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前去商议。于是唐军师提议可以找神医何秋然担任，可神医救人无数且不看出身，在江湖上有着极高的威望。盟主闻言一脸欣喜之色，请他去当和平使者再合适不过了。唐军师表示要亲自前去请和神医出山，但这想法遭到众人的反对，纷纷担心唐军师的安危，并且李护卫如今重伤未愈，不能保护他。唐军师却让众人不必担心，他已经有替代的人选，有他在自己一定不会有事。当唐军师身穿女装出现在东方朔面前时，东方朔并没有感到惊讶，而是询问他为何要女扮男装。唐军师红着脸表示东方朔救过自己，所以决定不再隐瞒。之所以女扮男装，是为了在武林盟行动更方便。自从唐家被灭门后，他始终感觉此事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只是调查至今依旧还是一头雾水。这时东方朔表示可以帮忙，他想到擅长收集这方面情报的赤发或许可以请他帮忙调查事情的真相。唐军师闻言心中顿时升起一丝希望，接着他邀请东方朔护送自己去寻找和神医，东方朔也极为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次日他们便坐上前往渝州的马车，车夫由检察部的成员文如雪担任。不料行至半路，却遇到一群武皇城的密探。苏颜见有人拦截，率先从马车上下来，几人见其是个美貌女子，顿时一脸邪笑，扬言要抓回去好好教育一番。突然车门被一脚暴力地踹开，东方朔闻言眼神冰冷地走了下来，他手握刀柄，语气森然，敢欺负我的女人，找死！随即众人眼前一花，只见一道刀光闪过，五位密探还未来得及惨叫，便脑袋搬了家。就在他们要返回马车之际，突然空中出现3道强大的气息急速飞来，他们乃魔帝城1等1的高手，熊大、熊二和三毛。东方朔身形如炮弹般急射而出，魔帝城与他本就是死敌，根本不用过多废话。其中一人利剑出鞘，将凌厉的一击挡下，但东方朔的攻势极为凶猛，一时间竟是打得他难以招架，稍不留神被东方朔一脚踹飞出去。而东方朔身形一闪，再次紧跟而上，转手一刀直奔其咽喉。就在关键时刻，其余2名高手不讲武德，群起而攻之。其中熊二偷袭得手，一掌拍中东方朔手臂。苏颜见此情形，连忙冲上前去，拼尽全力将熊二拦截下来。东方朔连忙出声让他走开，这些人不是他能够应付的。但苏颜并不理会他的话语，而是将三毛吸引到一边。东方朔因为分心，被2人打得倒飞出去。再看到苏颜为了拖延时间，身处危险之中，他体内禁忌的力量在此刻彻底爆发。只见他一刀裹挟雷霆之势朝熊大劈去，后者连忙抬剑护于身前抵挡，但还是被恐怖的力量轰得倒飞出去。熊二见状，双掌蓄力，趁机欺身上前，血魔掌如雨点般疯狂落在东方朔身上，狂暴的力量不断在场中发出轰隆巨响。待一切平静，熊二满头大汗，大口喘着粗气，可等他看清前方时，却是一脸惊恐之色。只见东方朔浑身蓝光环绕，气息越发恐怖。2人见状，心中震惊无以复加，硬扛108记血魔掌，竟毫发无伤。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就在2人惊疑不定之际，东方朔的长刀已是如闪电般直奔熊大心口，随着其手中的利剑被斩为2段，长刀毫不停留，径直没入他的胸膛。而东方朔此时已是丧失了理智，口中不断发出如怪物般的低吼。紧接着只听咚的一声，他的身形如炮弹般朝熊二奔掠而去，恐怖的气势迎面袭来，熊二瞳孔急剧收缩，慌乱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轰出数拳，可饶是他拼尽全力，却也无法阻拦半分。东方朔迎着拳劲上前，发出一声怒吼，随即蓄力一拳如重锤般轰碎了熊二的脑袋。而另一边的战场上，苏颜使用道天门的飞刀绝技与三毛缠斗，而三毛也认出苏颜便是他们苦苦寻找的道天门门主。就在他准备设法离开，将消息
息带回魔帝城时，突然感觉身后一道恐怖的气息暴掠而来，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东方朔已是一刀划过他的中路。紧接着，东方朔好似不解气一般，手中的长刀不断对着尸体疯狂劈砍。如此血腥的一幕看得苏颜心生恐惧。就在这时，浑身是血的东方朔扭头死死地盯着他，下一秒如猛兽一般朝其急速冲去。他一把抓住苏颜的衣领，缓缓举起长刀。就在他发着低吼即将一刀落下之际，苏颜眼含泪水轻声叫了声少爷。东方朔闻言身形一顿，眼中似乎恢复了些许理智，他缓缓松开了苏颜的衣领，随即嘶吼一声，扭头径直朝身后的大树冲去。数米宽的巨树当即被撞得拦腰而断，他此时只能用此方法释放体内肆虐的能量。周围的大树不断在撞击下轰然倒塌，直到撞倒981棵，东方朔才慢慢停下。如此自虐的方式看得苏颜满脸的心疼，他连忙将力竭晕倒的东方朔抱在怀里，满脸自责，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流淌出来。若不是自己执意将三毛引开，东方朔也不会因为愤怒过度使用禁忌力量。晶莹的泪水滑落滴在少年脸上，东方朔缓缓睁开双眼，恢复了清明，定睛一看，不由暗叹这个位置不错，心里想着要不要装晕再待一会儿。不料此时苏颜欣喜的话语传来：“你醒了，太好了，感觉怎么样？”东方朔无奈只能离开怀抱，表示并无大碍，但随即他满脸严肃地对苏颜说道：“以后你不许再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如果你受伤了，我将会比今天疯狂10倍100倍。从现在开始，你只要陪在我身边就好，以后换我来保护你。”苏颜闻言感动的再次将东方朔搂入怀中，嘴里不断念叨着：“你这个傻瓜！”一番血战过后，众人来到城镇的客栈住下。三个女人一台戏，东方朔根本没有插话的余地。无聊之下，他来到河边进行修炼。此次的后遗症发作比想象中还要严重，体内昆仑五仙的能力似乎越发强大，这让他感到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若再爆发几次，恐怕自己也将爆体而亡。结束修炼后，他一头扎进河里洗澡。就在这时，一名女子骂骂咧咧地朝河边走来。东方朔在河中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不料那女子看都不看他一眼，便直接褪去身上的衣物，随即在东方朔的注视下一头扎入河中。这把东方朔看得目瞪口呆。正当他看得出神时，少女也抬头发现了他。只见他猛然起身，朝着东方朔怒骂一声，接着在东方朔的注视下撒丫子向河边跑去，捡起衣物，拿起武器，一脸羞怒道：“你个混蛋，什么时候在那里的？”东方朔也一脸无语，明明是你自己不看周围环境，还来怪我。少女闻言脸色越发羞愤，这下肯定全被看光光了。东方朔一副无所屌味的说道：“我什么都看到了，你想怎样？”此话一出，当即气得少女咬牙切齿，竟直接把衣物扔掉，朝东方朔冲去。这操作令东方朔又是一阵无语，大喊道：“我劝你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此时女孩已是被气得眼含泪光，突然她一屁股坐到水里，委屈的大哭起来。刚和山贼打架输了，现在又被一个混蛋如此羞辱。东方朔见状更是无语，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个女人指定有点毛病，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他上岸拿起武器就要离开。这时女孩看到他手上的长刀，便询问他是不是很会打架，能不能教他几招。东方朔被这神经大条的女孩整蒙圈了，想都没想便直接拒绝。不料女孩又嗷嗷大哭起来，说她得了便宜还不想负责。无语到极点的东方朔最终只能答应下来。女孩名叫何倩，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村庄，和山贼打架是为了想提高实力。东方朔没有过多追问，趁着夜色传授了他一些战斗技巧。次日东方朔睡到日晒三竿才起来，毕竟昨天晚上太累了。四人经过多方打听，寻到了和神医的住所。唐军师上前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不料神医却并不打算让他们进去，表示自己已经不再出事，还是另请高明吧。几人没想到千辛万苦找来，却吃了个闭门羹，于是只能待在门外另想他法。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东方朔的名字，回头望去，竟是昨晚坦诚相见的何倩。原来何倩是和神医的孙女。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她一路小跑的回到屋内找爷爷。片刻后，众人便被请了进去。唐军师几人留下来与神医商谈要事，何倩则拉着东方朔去检验昨晚的修炼成果。何倩的学习能力很强，短短一晚便将几个招式完全掌握，但东方朔却从他身上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而且手都磨破了，他还是坚持修炼，莫非其中另有隐情？于是东方朔询问为什么要这么努力习武。何倩闻言停下身形，陷入了沉默，紧接着眼泪控制不住的流淌出来。原来在7年前，清剑门门主的儿子患上一种不明疾病，门主来到山上请求神医治疗，但当时神医外出去照顾突发洪灾的难民，无奈之下门主便请何倩的父母前去治疗。可当二人查看病情后，却表示无能为力，只有神医出手才有可能治愈。但门主等不及何时归来的神医，便命令何倩的父母动手给儿子治疗。但尽管他们倾尽全力，最终还是无力回天。门主盛怒之下，直接将二人当场斩杀。被神医拒绝的唐军师一脸无奈的走了出来。自儿子夫妇二人死后，神医便隐居深山，不再行医问世。这时东方朔满脸怒气的朝大门走去，边走边大喊道：“老家伙，你给我出来！”神医也被他的吵闹声吸引出来。东方朔见到神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质问，他认为神医太过窝囊，儿子被杀没能力报仇，却放任孙女习武，独自去面对血海深仇。
这和让他去送死有什么区别？神医闻言声泪俱下，无力说道：“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凭我的力量根本无法和他们抗衡。”何倩闻言和爷爷相拥而泣。东方朔眼神凌厉，气愤地朝何倩说道：“带我去清剑门，我会让你亲手砍下他们门主的狗头。”面对清剑门上百位弟子的疯狂围攻，他出手果断狠辣，招招致命，避人一刀宛如来自地狱的魔神收割着生命。清剑门门主见此情形，心下骇然，江湖上何时出现如此恐怖实力的少年？思绪间，东方朔已是扛着尸体朝他奔掠而来。老贼，快下来受死！康泰克见状不敢有丝毫大意，连忙使出全力一剑劈砍而去，凌厉的剑气如闪电般掠过人群，直奔东方朔。速度之快，东方朔根本来不及闪躲，索性抬起双臂硬扛下这一击，但强大的冲击力还是将他轰得倒飞出去。苏颜见状，连忙上前帮他稳住了身形。下一秒，东方朔浑身气势如潮水般迸射而出，他打算动用禁忌力量速战速决，狂暴的劲气如骇浪般不断向四周肆虐开来。只听嗖的一声，东方朔身形快如闪电爆射而出，蓄力一刀猛地朝前方拦路的弟子劈去，顷刻间便有10数人发出惨叫，命丧当场。尽管清剑门弟子众多，却无法阻拦他半步。现场不断传出痛苦哀嚎和血肉横飞的声响，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康泰克。胆敢阻拦者，杀无赦！随着一声怪兽般的嘶吼，东方朔蕴含狂暴劲气的一刀朝康泰克怒劈而去。康泰克见状，连忙抬剑抵挡，不料这一刀的力道竟直接将他的双手震断。接着东方朔招式骤变，一记回旋踢猛然将康泰克踹得倒射出去。下一秒，他奔掠向前，再次紧跟而上，狂暴的劲气不断朝左拳凝聚。只听砰的一声，康泰克大脸结结实实撞在东方朔的拳头上，身体如炮弹般撞碎大殿的墙壁。但东方朔并不想就此罢手，身形一闪，跟着他冲入大殿之中。紧接着，只听殿内传来一阵拳打脚踢的声响，伴随着康泰克撕心裂肺的凄厉惨叫。突然一声轰隆巨响响彻整个天际，整座大殿如纸糊般轰然倒塌，这令苏颜几人发出一声惊呼，眼神中满是对东方朔的担忧。但下一秒，东方朔魔神般的身影掀开了废墟，左手猛然提起，将被打成猪头的康泰克一并拉了出来，随即眼冒红光，声音嘶哑地对何倩说道：“来吧，把他的狗头砍下来。”帮神医报了杀子之仇后，神医终于答应和他们一起回到了武林盟。东方朔则因动用禁忌力量，回家呼呼大睡了3天3夜，才悠悠醒来。不料刚睁眼便受到何倩一记肉弹冲击，一个飞扑狠狠地将他压在身下。若不是爷爷和马管家在外面守护，估计今天就要被这个女流氓得手了。原来神医已经答应成为武林盟的和平使者，如今已是出发前往武皇城和魔帝城，而签订和平协议的工作也发展得极为顺利。明争暗斗的两大势力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但他们明显暗地里都是各怀鬼胎，除了需要时间休养生息外，便是想从武林盟中谋取利益。毕竟和平协议在他们眼中只是一张纸而已。自此，在武林盟的操控下，武林在和平中度过了几年时光。春去秋来，东方朔一脸忧愁地坐在武林盟门口。如今距离10年之期已是过去了9年，按五位师傅的说法，他只有1年可活了。一想到自己会被昆仑五仙之力炸成碎片，东方朔就是一阵头大。这时，一直隐藏在暗处的苏颜看出他的愁容，便急切地询问他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东方朔不想让苏颜担心，于是问起到天门的秘藏里有没有方法能解决身体的后遗症，但苏颜却表示埋秘藏的地点在皇宫下面，如今宫内戒备森严，凭他自己很难潜入进去。东方朔闻言陷入了沉思，若有必要的话，我跟你一起去一趟。晚上，东方朔正打算下班回家时，却被一个老头带人拦住了去路。来人乃是华山派第一剑圣。东方朔见状，一脸不耐烦地让他们走开。不料下一秒，剑圣的身影已是出现在眼前。东方朔猝不及防，被其一掌拍得倒飞出去，鲜血不断在口中喷涌而出，显然是受了不小的内伤。这时，剑圣扭头朝身后的弟子怒骂道：“一群废物，连这种毛头小子都打不过。”原来这群人曾在食堂打饭插队，被东方朔用饭盆教训了一顿。东方朔捂着胸口，怒声质问他为什么搞偷袭。剑圣满脸严肃地说道：“听说你很嚣张，这一掌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东方朔闻言吐出嘴里的鲜血，骂道：“你个老不死的想死吗？”此话一出，当即令所有人目瞪口呆。你个小辈竟敢对华山派剑圣出言不逊！这时剑圣的弟子忍不了了，利剑出鞘，大喝一声朝东方朔冲去。而东方朔早已是满腔怒火，急速奔掠上前，一刀切开了对方的腹部。剑圣见此情形，当即勃然大怒，身形快如闪电般出现在东方朔跟前，狂暴的劲气裹挟雷霆之势猛然轰出，猝不及防之下，东方朔再次应声倒射出去，伴随着剧烈的疼痛，他猛地咳出几口鲜血。但偷袭得手的剑圣显然不想善罢甘休，身形一闪，再次紧跟而上。只听咚的一声闷响，东方朔毫无抵抗之力，又是硬吃一掌。一旁的苏颜见状，连忙持剑冲了上去，他发出一声娇喝，剑尖直刺剑圣咽喉，但他又如何是剑圣的对手？剑圣猛然扭身一挥手背，便弹开他的攻势，紧接着一掌毫不留情地拍在苏颜身上。苏颜发出一声痛呼，身体倒飞出去，体内气血翻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东方朔见苏颜受伤，双眼瞬间变得猩红，显然是想调动昆仑五仙的力量。不料剑圣数次偷袭，让他受了严重的内伤，内劲汹涌之下，竟承受不住，再次大口咳血。而剑圣大步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随即将他整个人提起，语气森然说道：“竟敢对我华山派弟子出手，今日我便在这里杀了你，以儆效尤。”
不料东方朔却在这时发出阵阵冷笑：“只会搞偷袭的老东西，谁杀谁还不一定呢。”剑圣闻言怒上心头，就要一掌拍向他的头颅。就在这时，东方朔动了，只见他势大力沉的一脚猛地将剑圣右脚剁成粉碎性骨折，强烈的剧痛传来，剑圣不自主松开了东方朔。紧接着，东方朔发出一声怒喝，浑身劲气尽数朝左拳汇聚而去。在剑圣惊恐的目光之下，东方朔一拳如炮弹般轰击在他的脸上，那门牙都给干掉好几颗，饱含愤怒的一击，竟是直接将堂堂剑圣打得晕厥过去。众人见状，吓得连忙上前查看，而东方朔也暂时脱力瘫坐到地上。华山派剑圣竟在武林盟受辱，众弟子纷纷拔出长剑，死死盯着东方朔，只有杀了他才能平息心中的怒火。就在东方朔双眼猩红，准备大开杀戒之际，突然盟主的身影朝他们奔掠而来，快如闪电般将众人拦截下来。画面一转，盟主的办公室内，唐军师正在为东方朔包扎伤口，而盟主却神情焦急地来回渡。东方朔将华山派的剑圣打成重伤，这件事若处理不好，东方朔很有可能会成为整个武林的公敌。但东方朔却是满脸的气愤说道：“那个老不死的偷袭我还不能还手呢，若他们还敢再来，我不介意把他们全部杀光。”盟主闻言，脸上豆大的汗珠流淌出来：“小祖宗，你还是少给我惹祸吧。”夜晚，东方朔回到家中，他询问爷爷东方家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连武林盟主都对你如此敬畏？但爷爷却沉默下来，好像并不想说出其中秘辛。东方朔见状，心中越发好奇，请求爷爷让他看一眼传说中的风铃刃。爷爷闻言缓缓站起身，随即伸手朝空中猛然一抓。就在这时，院中突然开始狂风大作，似乎有什么东西朝着爷爷手掌急速飞来。下一秒，爷爷手中出现一股风灵之力，在其身前缓缓凝聚出一柄刀的模型。江湖上流传着一把绝世神刀，名为风灵刃。此刀无影无形，隐匿于风中，只有习得风灵秘术的东方家族传人才可以将其召唤，显露出原形。东方迅手中风灵之力流转，缓缓凝聚出刀形。下一秒，在东方朔惊愕的表情下，一柄散发着惊人气息的大刀凭空出现。这便是东方家世代相传的神刀风灵刃。东方朔好奇的想让爷爷挥一挥刀，不料却引来爷爷一阵白眼。这一刀挥出去，怕是整座房子都要化为废墟。轻轻一动，风灵刃竟在其手中凭空消失。如此神奇的一幕，看得东方朔目瞪口呆，出言询问风灵刃是自己飞回房间里了吗？爷爷告诉他并不是，而是隐藏在了风之灵的空间里，只要在风能到达的地方，便可以随时召唤它。东方朔请求爷爷示范一下，爷爷指了指院外的一棵大树，你仔细看好了。只见他右手抬起，再次凝聚出风灵之力，随即朝着大树方向轻轻滑动手指，突然咔嚓一声，整棵大树顶部竟被无形的刀锋斩成两半，甚至连风灵刃的影子都没看到。东方朔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爷爷，没想到不显山露水的爷爷武功竟如此恐怖。他兴奋地请求爷爷把风灵秘术传给自己，这样他就能悄无声息地杀掉想杀的人。而爷爷并不理会他的风言风语，转身离开。次日，东方朔枕着苏颜的大腿美美睡着午觉，突然苏颜把他叫醒，表示李护卫前来拜访。自从上次东方朔把他救回来后，李护卫就一直很想和他打一场。东方朔一脸无语地指着他对苏颜说道：“你看看这个恩将仇报的家伙。”而李护卫并不理会他的调侃，浑身气势攀升到顶峰，摆出进攻姿态。东方朔眼看这场切磋避无可避，随即也跟着拔出长刀严阵以待。随着双方发出一声轻喝，两把武器骤然间相撞在一起，他们出手皆是使出全力，果断狠辣，招招直逼对方要害。而李护卫的攻击方式异常诡异，招式间竟隐隐显露着暗杀之术，这让东方朔一时间难以招架。对方攻势太过迅捷，根本找不到反击的机会。苏颜看着激烈的战况，不免有些担忧。他在李护卫的招式中看出了些许端倪，他手中的长刀竟是第一暗杀高手的蛇牙，所学武功乃是刺客的顶级武学刺魂武。就在苏颜震惊之际，盟主带着唐军师缓缓走上前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场中的比试。唐军师想要盟主出面阻止二人切磋，不料盟主却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此时场中的状况越发激烈，双方身上都不同程度的挂了彩，而盟主却是越看越兴奋，还时不时为他们喊几声加油。二人猛烈的攻势再次碰撞，发出铿锵巨响。突然，李护卫招式骤然变换，角度刁钻的一刀猛地划过东方朔腹部。也就在这时，盟主才出言阻止了战斗。苏颜连忙上前帮东方朔查看伤势，而东方朔则夸赞李护卫刀法精湛，自己输得心服口服。但李护卫却满脸的气愤之色，他认为东方朔根本没使出全力，凭这种实力不可能杀得了嗜血阁阁主。东方朔闻言不耐烦地说道：“我确实尽力了，若动用了那股我无法控制的力量，恐怕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这时盟主走上前来打了个圆场，说起来你们两个也颇有渊源，没必要在这件事上拼个你死我活。东方朔闻言疑惑地询问什么渊源，盟主看向李护卫轻笑说道：“他姓东方，你仔细看他脸上除了伤疤外，是不是很像一个人？”李护卫看向东方朔，仔细端详片刻，发现他的模样竟和死亡东方经极为相似。当在盟主口中得知确切答案后，李护卫竟瞪大双眼，似乎陷入了愧疚之中。突然他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眼神中充满懊悔，喃喃自语道：“我真是个忘恩负义的混蛋。”接着他竟抓起长刀想要自裁谢罪。盟主见状连忙出手阻止了他。此时李护卫面如死灰，痛哭流涕，自己竟然出手伤了救命恩人的儿子，而且这个人曾经还又救了自己一命。随即他扭身跪到东方朔跟前：“少爷，请你杀了我吧。”东方朔见状一头雾水，表示他不需要这样。可下一秒他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李护卫竟自己动手挖去左眼请罪。
他只是一名不入流的刺客，却凭着坚强的意志躲藏在粪坑中整整100日，目的竟是为了刺杀武林排名第3的强者死亡东方金。如今他终于找到绝佳的下手时机，只见他猛地从坑中暴掠而出，悄无声息的一剑直刺东方金后心。但或许是他身上的味道太大，关键时刻东方金猛然回头，一记擒拿手钳住对方小臂，右手内力凝聚，径直朝其小腹拍去。刺客根本无力闪躲，整个身体倒射而飞，直到重重撞上身后的大树才堪堪停下。这时听到动静的守卫急匆匆赶来，其中一人挥剑刺出，将刺客钉在了树上。但东方金神情波澜不惊，并没有杀了他，只是没想到杀手组织会派一个16岁的年轻人来执行任务，接着直接拔出刺客肩上的长剑让他离开。可就在他转身想要离开之际，刺客竟突然再次猛扑而上，但这一击也只仅仅划破了东方金的衣角。守卫们见状再次蜂拥而上将他制服。东方金钳住他的脖颈，很是不解，你明明知道这一剑杀不了我，为什么还不怕死贸然出手？刺客咬紧牙关，毫不畏惧说道，我是杀手，任务失败了也是死路一条。或许东方金升起了爱才之心，并没有杀他，而是把他带到密室里养伤，并直言他不适合做刺客，因为刺客应该是没有感情的。但你第2次出手时犹豫了，身为刺客犹豫就等于败北。东方金让他在这里专心养伤，等伤好了想走就随时可以离开。自此李护卫就在密室里修炼调养身体。突然这天东方金再次找到了他，在他错愕的目光下递过来一把长刀，此刀正是江湖第一刺客所用暗杀利器蛇牙。接着又给他拿来一本秘籍刺魂舞，这2样东西都是那名第一刺客留下的，曾经前来暗杀东方金时殒命于此。东方金赠予李护卫也没有任何企图，只是不想让这2样宝物尘封在手里罢了。离开时东方金再次劝诫他别再做刺客，以他的天赋可以做一名堂堂正正的武术家。当时武皇的女儿顾乔倾心于东方金，但经过相处东方金发现此女城府极深，甚至想利用她为武皇城开疆扩土。在一次身受重伤后，他和救治自己的医女坠入了爱河，这让向来心狠手辣的顾乔愤怒不已，扬言一定要找到那名医女碎尸万段。李护卫经过1年的休养，身体已然完全康复，在东方金的指导下武功也精进不少。此次便是想要与东方金告别，离开武皇城。临走前东方金拜托他一件事，去永兴山帮他找到那名医女，并拿出一条冥魂石项链让李护卫转交给他，请你转告他我暂时不能去见他，让他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李护卫闻言恭敬领命站起身，这时东方金又递给他一封书信，若你出去后不想再当刺客，可以拿着信件去武林盟找盟主，他会帮你的。李护卫拜别东方金后如约来到永兴山，最终在草丛中找到惶恐不安的医女。可当医女缓缓走出来时，李护卫发现她竟已是怀有身孕，随即他恭敬地表明此行来意，并将冥魂石项链转交给她。医女接过项链，掩面痛哭起来，心中十分担忧东方金在武皇城的处境。而李护卫在医女的穿着上看出她很狼狈，想来是在死亡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追杀。这时他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终于找到你了。只见一道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屋顶之上，李护卫见状连忙拔出蛇牙将医女护在身后。你是谁？那人闻言桀桀怪笑起来，你只要知道我是顾乔手下的一条狗就行了。紧接着他竟从房顶凌空虚步走了下来，这令李护卫心中顿时大感不妙，凌空虚步的高手自己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李护卫紧紧将医女护在身后，今日他即便是豁出性命也要护得夫人的周全。只见他大喝一声，举刀朝黄汉攻杀而去。这1年多他在东方金的指导下修炼刺魂舞，如今已不是只会潜藏暗处伺机出手的老鼠，而是主动握刀攻杀大开大合的真正武者。就连黄汉都不由称赞他刀法精湛。但面对武皇城前10的高手，刺魂舞略有小成的他还是有点不够看。招式变换间被黄汉一剑划伤了手臂，黄汉嘴里发出阵阵怪笑。他之前出招一直保持着玩弄的心态，接着他一剑裹挟雷霆之势横劈而去，李护卫连忙抬起蛇牙挡下迅猛一击，不料下一秒小腹却传来一阵剧痛，黄汉的利剑不知何时已是贯穿他的身体，持刀的手无力一松，蛇牙掉落在地上。李护卫面色惨白，望向一旁的医女，医女也紧抿嘴唇，泪流满面的看着他。黄汉见状发出轻蔑的大笑，不用担心，你们很快就会相见的。就在这时，李护卫突然一手死死抓住黄汉的利剑，另一只手不知何时出现一把利刃，正是他刺杀时所用的武器。只听噗呲一声，利刃闪电般贯穿黄汉的中腹，他口吐鲜血，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一幕，可恨自己忘记眼前之人是一名刺客，但如今已是为时已晚，身体一软无力的瘫倒在地。李护卫也因身负重伤晕厥了过去。数日后，永兴山中的小屋内，昏迷中的李护卫睁开双眼，悠悠醒来，而医女则默默在旁边照看。他已经帮李护卫的伤势进行了治疗，只要休养一段时间便可痊愈。接着他表示不能继续照顾李护卫了，他想要前往武皇城寻找东方金。李护卫则表示要一路护送他，直到和东方金相见，但医女还是拒绝了他。顾乔为人心狠手辣，跟着他只会死得更快。李护卫见他要离开，连忙想要下床阻拦，无奈他的伤势过重，根本无法移动。讲述完一切，李护卫无声哽咽：对不起少爷，
是我无能。东方朔紧握着拳头，愤怒不已。他没想到自己的母亲竟有可能还活着，随即眼神凌厉，高声大喝道：“告诉我，武皇城在哪里？”李护卫闻言立马起身，表示要为东方朔带路。这时苏颜连忙拉住东方朔，眼中满是担忧的静静看着他。但东方朔已是下定了决心，让他留下来陪爷爷。苏颜则坚定地摇了摇头，即便是刀山火海，他也要陪在东方朔身边。东方朔也不再多言，拉着苏颜的手便朝着门外走去。这时盟主一个闪身将他们拦下，如此草率的前往武皇城和送死有何区别？但东方朔语气坚决地要他让开，一副你不让开我就揍你的模样。盟主见状，浑身气势骤然爆发开来。今日即便是动武也休想走出这个大门。可下一秒，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东方朔竟直接抄小道破墙而出。无可奈何的盟主只能找到东方旭，得知东方朔的母亲竟是武皇城的医女，爷爷当即陷入了沉默。杀了武皇的他去武皇城绝对是自投罗网。盟主听到武皇和魔帝是东方朔杀的，也是心中一惊。这时爷爷索性将东方朔体内的禁忌力量和只剩1年生命的事情全盘说了出来。盟主闻言满脸不可置信，连忙询问有没有解救之法。马管家表示或许学习风灵秘术可以压制。东方迅闻言沉思了许久，缓缓开口道：“你们放心吧，我孙子的命没那么容易死。这里距离武皇城还有2天路程。”东方朔不想再过多停留，让李护卫即刻带路去武皇城寻找母亲。但苏颜还是极力劝阻他莫要冲动，如此草率杀进武皇城根本就是十死无生。这时东方朔才将身体的情况说了出来，只剩下1年生命了，他不想留下遗憾，哪怕只是看到一眼母亲的背影。此话一出，李护卫和苏颜如遭雷击，呆愣当场。苏颜眼含泪光，声音颤抖询问有没有办法能够化解。东方朔表示只有将体内的力量吸收才行。他伸手温柔地帮苏颜擦了擦泪水，不要为我伤心，10年前我就应该死掉了，现在我不仅见到了父亲和爷爷，还见到了你，已经很幸运了。言罢，他便要动身前往武皇城，这是见到母亲的唯一办法。苏颜连忙转身将他抱住。武皇城高手如云，即便你动用了昆仑5仙的力量，恐怕还没见到顾桥就已经死了。苏颜希望他先跟自己去一趟到天门秘藏，或许里面有延长生命的方法。李护卫闻言也劝说他先想办法活下去，你们去秘藏，我先去武皇城打探夫人的下落。苏颜满脸祈求，楚楚可怜地看着他。东方朔看了一眼这个一直在身边默默付出的女人，如果在临死前不能好好陪一陪她，那样的话也会留下遗憾吧。于是他最终答应了下来，将冥魂石项链交给李护卫后分开行动。夜晚，2人蹑手蹑脚地潜入皇宫，很快苏颜便靠着记忆找到秘藏的入口，随即2人准备一前一后进入秘藏。可就在东方朔刚要下去时，旁边的门突然被打开，女子瞪大双眼询问他是谁，而东方朔则被吓得满头大汗。这粗鲁的家伙直接一拳将女子打晕，接着一起带到了秘藏之中。苏颜见状也是一脸无奈，封住穴位就好啊，何必打晕他呢？接着他伸手轻点几下将女子唤醒，女子醒来却没有意料中的慌乱，而是一脸镇定地询问他们是谁。我乃大明皇室的孝英公主，你们是来绑架我的吗？苏颜闻言连忙解释自己并无恶意，只是想通过公主的寝宫来到这个密库，在大明皇朝之前我们是这个地方的主。孝英摸着被东方朔打的黑眼圈，一脸委屈。苏颜见状伸手放在他脸上为其疗伤，片刻后通过真气滋养便恢复了大半。孝英一脸惊奇地询问他们是否武林中人。苏颜见他情绪略有缓和，便如实回答。孝英又好奇地问道，听说武林中武皇和魔帝是最强的存在，你们和他们相比谁比较强？一旁的东方朔闻言一脸神气说道，他们都被我杀了，你说呢？吓得苏颜连忙起身捂住他的臭嘴。不料这时孝英突然转身便要离开，东方朔连忙大声把他喊住，你要去哪里？孝英转过头淡淡回答道，反正你们要是杀了我就别想走出皇宫。话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密库。无奈之下2人只能先去寻找化解之法，虽然这里存放着许多顶尖的武学功法，但还是无法化解他体内的昆仑5仙之力。就在2人失望的想要离开时，却发现孝英竟带着大明皇帝走了过来。皇帝刚一见面就是一顿质问，说他们私自藏匿大量财富企图造反，这可把苏颜吓了一跳，连忙解释这些宝物之所以被藏在这里，是为了不让他们现世引起江湖血雨腥风。一旁的东方朔看出皇帝另有所图，开口道，开门见山的说吧，你想要什么？皇帝闻言也不再拐弯抹角，只要你们能满足我的要求，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当作没有看到。明日宫内将举行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只要你们帮我赢下比试，今天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但前提是你们需要证明你们的实力。东方朔闻言不再废话，腰间长刀闪电般脱壳挥出，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墙壁上瞬间出现一道深深的刀痕，这让养尊处优的皇帝2人看得目瞪口呆。他乃大明皇朝新继任的一代明君，如今却在朝廷比武大会上遭到将军逼婚。京城大将军李成昌仗着自己是开国元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与皇帝立下赌约，若他的手下在比武中拔得头筹，那么皇帝便要将孝英公主许配给他儿子。迫于自己刚继任不久，还未能彻底掌握朝政，皇帝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心中希望东方朔2人能赢下比武，将李成昌的嚣张气焰打压下来。随着战鼓的轰鸣声响起，李成昌派出3名得力干将前往擂台，而皇帝只派出一身侍卫装扮的东方朔2人。皇帝借机宣称他们俩是密卫，都是以一当百的绝世高手。这时东方朔一把扯下面罩，不耐烦说道，要打就赶紧打，我很忙的。苏颜见状也无奈地露出真容。李成昌父子看到他那绝美的容貌微微一愣，东方朔注意到对方3人，只有最后面那位比较难缠，
随即率先动身进行第一次比试。对方派出的侍卫大喝一声，举刀攻杀而来，可他的实力着实令人不敢恭维，在东方朔手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被东方朔简单几招便干倒在地。这时皇帝见状，顺势起身说道：“19号密卫下手轻点，别伤了他们性命。”李成昌闻言，心中顿时一惊，想不到皇帝暗中培养了如此强大的势力。文武百官也是开始议论纷纷，暗中猜测19号这个数字的含义。紧接着下一次比试由苏颜上场，李成昌的儿子见对手是个美女，便拦下侍卫表示要亲自上场。他脸上挂着龌龊笑容，询问苏颜是几号密卫。苏颜闻言顿时升起一丝玩味，我是排名最后的50号，也是实力最低的一个。此话一出，李成昌心中更为震惊，如此高手皇帝竟然足足培养了50个。两人的战斗很快便打响。苏颜出剑的速度极快，李成昌的儿子根本无法抵抗，身上的衣服瞬间被打得支离破碎，就连笑音公主都捂住眼睛不好意思看了。就在他只剩下裤衩子时，身后的那名高手猛然跃起，急速冲来，接着一道凌厉的剑气骤然劈出，突如其来的状况打得苏颜措手不及。只听嗡的一声巨响，强大的力量震得场中碎石乱飞。这时东方朔及时出现，为苏颜挡下狂暴一击，不料对方的强大有些出乎他的意料，趁他艰难抵挡之际，又是接连几道剑气劈来。在狂暴攻势下，东方朔不得不动用禁忌力量，内力骤然爆发，瞬间将剑气尽数击溃。恐怖的压迫感让对方顿时一脸骇然，东方朔嗜血般的眼神死死盯着他。你该死！男子见状不敢有丝毫大意，凌厉的剑势再次劈出，可下一秒东方朔的身影已是出现在半空，竟是使出武师傅的绝技霸天刀。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猛然在场中炸开，狂暴的力量将方圆数十丈的东西全部摧毁。待尘烟散去，那名男子失去了右臂，已是生机断绝，而东方朔则后遗症发作，痛苦地捂着胸口。他急忙让苏颜带自己来到密库中，鲜血如瀑布般不断在口中喷涌而出。此次后遗症竟比以往严重了数倍。皇帝得知情况后一脸关切，将他们带到皇宫的宝库中寻找方法，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别无他法，二人只能先离开皇宫。苏颜知道若放任不管，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前往武皇城。这时他想到武林中最强的内功心法易筋经，不论有没有效果，至少能暂时把他稳住。随即他提出前往少林寺的想法，而东方朔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二人连番赶路来到了少林寺，东方朔开门见山说想要借易筋经一关。听到易筋经守门和尚不敢怠慢，连忙转身前去禀报方丈。这时二人发现门口有一位老奶奶正在给附近的难民布施斋饭，她满脸慈祥，不停念叨着不够再来拿。这让东方朔想起幼年17当乞丐的时候，不料就在他刚要转身离开之际，老奶奶却对着他大喊道：快要死了的小家伙，你是过来吃饭的吗？东方朔回头看了他一眼，本不想理会，可下一秒老奶奶竟瞬移般出现在他身后，东方朔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拎到了饭桌。就这样二人被迫吃了一碗斋饭，不过吃起来口味确实不错。吃完饭后二人如愿见到了方丈，东方朔开门见山表示需要易筋经救命。苏颜忙解释他体内有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方丈闻言当即为东方朔把了把脉，接着他脸上浮现出震惊的神色，那股力量之庞大令他都感到骇然。于是他询问东方朔的师傅是谁，东方朔如实回答是昆仑五仙。方丈深以为然，如此强大的力量只有仙人才有，但方丈直言易筋经救不了他的命，而且易筋经乃佛门重宝，不可轻易外解。东方朔闻言失望的就要转身离开，不料方丈却不让他走，甚至派出108罗汉将他们拦下，因为他感受到东方朔的力量随时都会失控，他要将东方朔留在少林寺直到死去。东方朔见状缓缓抽出长刀，双眼也变得血红，你这秃驴口口声声慈悲为怀，现在不仅见死不救，还打算软禁我。苏颜生怕他动用禁忌力量，连忙将其拦下，大声请求方丈放他们离开，若把东方朔彻底激怒，少林寺将会承受一场恐怖的灾难。但和尚们却以为他是在威胁少林寺，方丈更是直接命人去请4大金刚前来助阵。东方朔见他们油盐不进，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今日即便是途径少林，他也绝不会坐以待毙。只听嗖的一声，东方朔身形一闪，已是冲入人群之中，一刀猛烈的刀光划过，瞬间击毙数位僧人。他怒吼着不断收割着生命。此次暴走过后，他的身体或许再也承受不住爆体而亡，但在那之前他要杀光这群道貌岸然之辈。场中血肉横飞，不断传来和尚们的惨叫。眼看伤亡惨重，方丈心中一阵心惊，连忙下令组成罗汉阵拿下此人。随着数声大喝，罗汉阵几乎在一瞬间成型，他们呈上下夹击之势朝东方朔攻杀而去。只可惜他们面对的是彻底暴走的魔神。只见他霸天刀刚如雷霆般怒劈而出，刀光所过之处带起一道道冲天血柱。东方朔浑身染血，发着野兽般的嘶吼：你们都该死！方丈见此情形，惊得冷汗直冒。108位罗汉竟在短短时间内死伤过半，心中不由怀疑阻止东方朔下山是对是错。就在这时，方丈的师叔带着4大金刚火速赶来。师叔看到眼前的场景，也是心中一凛。此时的东方朔沐浴鲜血，像极了绝世魔头。师叔怒喝一声孽障，随即带着众金刚群起而上。这时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怒斥：混账，你们都给我住手！来人竟是少林寺门口打饭的老奶奶。和尚们见他到来，连声惊呼：敬亲师叔祖！老奶奶一个闪身将
攻杀的众人拦下。你们这些混蛋是打算让少林寺覆灭吗？言罢扭头看向身后暴走的东方朔，而东方朔似乎再也压制不住体内的能量，劲敌我不分，径直朝老奶奶横刀劈去。不料这一刀却被他一记般若掌轻松接下。只见他朝着周围人大喝道：“都给我退后！”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内劲猛地迸射而出，东方朔身形不稳，被震得倒射而飞，接连倒退出去数十丈才堪堪停下。可他刚稳住脚步，就要再次冲上前去，似乎不撕碎那位伤他的人绝不罢休。苏颜见状，连忙将他拦下：“少爷，快停下来！”看着眼前伤心落泪的苏颜，东方朔的眼神慢慢柔和了下来，紧接着身体一软，直接晕厥了过去。可下一秒，老奶奶却一把将他扛到肩上：“女娃子，先跟我走吧。”和尚们见状连忙说道：“师叔祖，此子生性凶残，是残杀我们弟子的恶魔。”老奶奶满脸愤怒地转过头训斥道：“你们这群混账东西，若不是你们想置他于死地，他会动手伤害你们吗？一本小册子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一群蠢货！”一番连声训斥，当即让众僧人哑口无言。接着他将东方朔带回自己的住所，运转内力为其调养伤势。在他佛门心法的压制下，东方朔体内肆虐的力量渐渐平息下来。次日，东方朔的伤势竟已是完全康复，即便是老奶奶也不由惊叹他的恢复能力。不过他表示自己也无法化解五仙之力，或许掌握了易筋经后才有可能暂时压制。于是他竟不顾少林寺高僧的阻拦，要亲自将易筋经灌入东方朔的体内。经过3天3夜的内力灌输，东方朔浑身被一股金色光芒包裹。静清师太收回功力，缓缓站起身，他已尽力将易筋经的力量传入东方朔体内，接下来只有靠他自己引导压制昆仑五仙之力。可等了许久，东方朔不但没有清醒过来，却是整个身体突然开始不停抽搐。静清师太见状，当即大感不妙，连忙上前再次为他输入大量真气，但这次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东方朔体内的五仙之力再次暴走，以静清师太如今的功力已是压制不住他了。五仙之力如骇浪般不断朝四周汹涌而出，紧接着东方朔的身体竟缓缓漂浮起来，静清师太也跟着飘向半空。紧急关头不容有丝毫大意，静清口中发出一声大喝，使出佛门绝学般若掌，空中一只金色手掌骤然出现，随即猛地朝东方朔的身体拍去，两股力量相撞，发出嗡的一声巨响，肆意的劲浪险些将所有人掀飞出去。这时静清师太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显然是被五仙之力反震受了不小的内伤。他眼神果决，对着下方的少林弟子喊道：“你们给我听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伤害这个孩子，这是佛祖的旨意，也是你们师父的意愿。虽然这孩子体内的力量很可能会失控，但他心性并非滥杀无辜之人，也并非恶魔。如今我已经承受不住他的力量，但我必须尽我所能去拯救他。这也是当年师父教导我的。我房间里有易筋经的注释和我研究的功法，你们拿去好好仔细研读修炼。”言罢，他大喝一声，运转身上仅剩的所有内力，无上大般若掌，一个巨大无比的金色手掌骤然向二人落下。随着嗡的一声巨响，整个星空被金色的光芒照亮。待一切平静，二人纷纷从空中坠落下来。静清师太此时消耗过大，已是身处弥留之际，而东方朔也是恢复了平静。他连忙抓住师太的手，满是关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师太语气虚弱地说道：“我也不知道，都是我师父教我的，很抱歉，我救不了你。若你有办法活下去，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将来帮一帮少林寺。”东方朔闻言泪流满面，答应了下来。师太听到满意答复，咽下最后一口气。数日后，东方朔和苏颜离开了少林寺。虽然易筋经功法十分玄妙，但却无法压制昆仑五仙的力量。这时去五皇城打探情报的李护卫火速赶来，他查到东方朔母亲并没有在五皇城，最后出现的地方竟是番阳湖附近的青楼。东方朔闻言当即气得浑身颤抖，昆仑五仙之力也在愤怒下处于爆发边缘。李护卫连忙将他死死抱住，表示他已经将青楼管事的都给杀了，夫人被抓去的当天晚上就逃走了。东方朔闻言才渐渐平息了怒火。这么说来，母亲极有可能还活着。如今自己已是时日无多，也没有了寻找母亲的方向。他打算前往五皇城找顾乔清算。夜晚，东方朔趁着苏颜熟睡，偷偷起床。他不想让苏颜陪自己去五皇城，独自一人偷偷的离开了客栈。由于长时间使用轻功赶路，东方朔身体承受不住，猛地吐出一口鲜血。照这样下去，恐怕没几日可活了。他走到河边喝水休息片刻，不料却刚好看到正在喝闷酒的赤发，而他正悲伤地拿着一个玩偶，眼中竟不断有泪水流淌出来。东方朔上前和他喝酒解闷，这才从赤发鬼口中得知了他悲惨的身世。他是武林第一赏金猎人，却身世凄惨，父亲乃开国元勋铁血大将军。不料一场传染病给他们全家带来了灾难，亲人们除了他以外全都染上了麻风病。在官方派人把他们带走隔离的前一天，父亲将他藏到院里的地窖中，没过多久父亲就死了。母亲和7岁的妹妹则被带往麻风岛隔离，而他躲在地窖中哭得撕心裂肺，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从那之后，他就再没见过母亲和妹妹，只知道麻风病人都被隔离在麻风岛上。他每月都会给去岛上送物资的官吏一笔钱，让他们置办物资用来给病人改善生活。为了赚钱，他成为了一名赏金猎人，拼命赚钱，只是为了让母亲和妹妹在麻风岛上生活得更好。东方朔听完赤发鬼的故事后唏嘘不已，紧接着他一把抢过赤发鬼手中的玩偶，表示愿意亲自前往麻风岛，帮赤发鬼看望一下母亲和妹妹。赤发鬼闻言当场拒绝了：“你去了也会被传染的。”而东方朔将自己时日无多的事情说了出来，反正快要死了，
小小的麻风病也不算什么。赤发鬼想要劝他寻找活下去的方法，但东方朔心意已决，帮他看完母亲和妹妹后就要去武皇城了。二人各怀心事来到了海边的码头，赤发鬼像往常一样上船找到官吏，并将近日收获的全部家当交给了他们。官吏们也都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照顾好他的母亲和妹妹。赤发鬼走后，东方朔偷偷地躲在船舱上，可行驶到中途，他却听到官吏们的谈话，内容竟是如何瓜分赤发鬼带来的钱财。紧接着，只见他破门而入，满怀愤怒地将这些官吏全给杀了。原来他们一直在骗赤发鬼，赤发鬼的母亲早就死了，只剩下他妹妹在岛上艰难存活，但他们从来不上岛，也不知道现在死了没有。等杀光了所有官吏后，东方朔还是决定去岛上看看，这里的病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东方朔四处的打探女孩的消息，最终在一处破烂的屋内找到了她。此时女孩已是全身溃烂，奄奄一息。东方朔拿出玩偶放到她面前，她一眼就认出那是当年自己的玩偶，于是伸出双手想要去拿。这时东方朔才发现她的10根手指已经腐烂掉了。东方朔见状，眼中挤满了泪水，不知道这些年女孩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他告诉女孩，他的哥哥在外面过得很好，只是心里一直很想念他。女孩听到哥哥还活着，瞬间流下激动的泪水。接着东方朔为她注入了真气，用来护住体内的一丝生机。他抱起女孩准备离开这里，至少要在女孩临死前与哥哥见上一面。可当他回到海边，却发现商船已经离开了这里，最终在角落里发现一艘没有帆的小船。于是他用内力催动小船朝对岸驶去。就在他不停用内力催动小船前行时，身体也在此时出现了麻风病的病点，但在仔细辨别后却发现这并不是麻风病，而是一种毒素，一种可以让人产生类似麻风病症状的毒。这说明他们在来麻风岛之前就中毒了。麻风病是到岛上才被传染的，否则他父亲不会那么快就死去。东方朔瞬间想明白了过来，这是有人故意算计赤发鬼一家。另一边，麻风岛回来的商船靠岸，赤发鬼在船夫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愤怒地仰头长啸，没想到这么多年赚的钱财都被官吏私吞了，他恨自己没有事先调查清楚。不知过了多久，东方朔驱使的小船缓缓而来，看到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妹妹，赤发鬼泪水瞬间如瀑布般涌出，女孩同样泪流满面，虚弱地叫着哥哥。东方朔连忙朝赤发鬼喊道：“有什么话快说，他快撑不住了。”赤发鬼哽咽的大喊道：“妹妹，我爱你。”女孩听完安详的闭上了双眼。哥哥，我也爱你。赤发鬼见状崩溃的跪在地上痛哭。东方朔将女孩连同小船一起烧了，他静静的躺在水面上平复心情，任由泪水流淌出来融入大海。夜晚，他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身上腐烂的气味令周围人不敢靠近。他眼神坚毅，抱着必死的决心朝武皇城走去。面对上千武皇城守卫的围攻，他丝毫不惧，他的眼中没有怜悯，此时心中唯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挡我者死。他将用尽身体最后一丝力量，让武皇城在江湖上覆灭。无数守卫在惨叫声中成为满地尸骸，整个战场宛如人间炼狱，哀嚎遍野。这时，一道凌厉的剑气骤然奔袭而来，东方朔闪躲不及，被震退出去数丈。来人乃武皇城大统领红发剑骨。而倒飞中的东方朔眼神阴厉地看了他一眼，下一秒身形竟如闪电般出现在他跟前，速度之快令剑鬼根本来不及反应，只听噗呲一声，整个头颅便被东方朔凶残的一拳轰碎。他双眼猩红，浑身沐浴鲜血，大喝道：“不瞧你这个毒妇，给老子滚出来受死！”众守卫看着那魔神般的身影，不自觉后退，上千将士顷刻间竟已是死伤大半。这时武皇和顾乔听到动静，急匆匆赶来，二人看见眼前的场景，心中不由一喊：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而东方朔见顾乔出现，神情毅凛，口中一声野兽般的嘶吼传出，如雷震耳：“顾乔，给我去死吧！”只见他身形暴掠而出，径直朝前方冲去。顾乔见对方的目标是自己，心生骇然，连忙命令身后的精锐将其拦下。东方朔右手斧头，左手利刃迎击而上，虽然不停挥动武器将敌方斩杀当场，但他们人数众多，在其身上留下不少伤口。经过连番激战，东方朔此时已是快到达极限，昆仑五仙的力量不断在他体内肆虐，五脏六腑仿佛快要被撑爆一般痛苦。这时顾乔见他疲惫不堪，怒声下令：“所有人快上！给我杀了他！”突然，东方朔身上发出一阵强烈的金色光芒，似乎是在压榨体内最后的力量。只见他将内力尽数凝聚于右手的斧头之中，伴随着一声怒喝，斧头瞬间如离弦之箭般朝顾乔爆射而去。武皇见状，连忙一剑挥出，试图将斧头拦下，可随之而来的是利剑断裂的声响，斧头去势不减，径直划过顾乔的肩头。顾乔呆愣地看着掉在地上齐根而断的左臂，紧接着一股剧痛猛然袭上心头，惊恐交加之下，竟是直接晕厥了过去。而东方朔也耗尽所有力气，跪倒在地，鲜血不断在身上狂涌而出。感受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满脸不甘心，拼尽一切却还没能杀得了顾乔。他疲倦的缓缓闭上了双眼，心中不断挣扎，不甘愿就这样死去。就在这时，突然异变突起，东方朔体内的五仙之力竟转变成一股充满杀戮之气的暗红色能量，紧接着整个人被这股气劲牵引飘向半空。武皇见此情形，不由心头一颤，这竟是以杀戮之气入魔的征兆，这到底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家伙？随即他猜测出眼前之人极有可能就是杀了武皇和魔帝的人。只见他怒喝一声，带领众精锐群起而上：“快杀了他！
在杀气完全爆发之前杀了他。这时突然刮起一阵飓风，将东方朔包裹起来，武皇等人竟是被猛烈的飓风阻拦下来，根本无法再前进半分。而在飓风的中心处，爷爷出现在东方朔身前，正为他输送内力。风灵之力不断涌入，试图压制暴走的能量。东方朔虚弱的睁开双眼，看到自己的爷爷，爷爷，我没能报仇，你一定要帮我和父母报仇。此时爷爷也探到他体内还有易筋经的能量，随即大声怒骂道：臭小子，你想死还没那么容易，我会将易筋经和五仙之力引入你的丹田中，你一定要保持清醒，将两股能量封锁在一起，在这期间你绝不能反抗或者截断气灵，否则你爷爷我也会跟你一起死的。暂时稳住后，东方迅抱着他在飓风中急速离开武皇城，跟随他一起来的苏颜等人也连忙跟了上去。等飓风消散，武皇城众人呆呆地看着空无一人的天空，自始至终他们都不清楚为何那个神秘少年要袭击武皇城。东方迅带着孙子来到一个山洞外，接着让其他人在外面守候。此时苏颜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爷爷，你一定要救救少爷。东方迅在山洞中为东方朔查看伤势，却发现他体内还身中某种剧毒，只见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小子的情况还真是棘手啊。紧接着开始运转内力为东方朔传功，终究是打算将风灵秘术传授给他。可若要接受传功，就必须要保持2个时辰的清醒。不知东方朔此时的状态能否承受得住风灵秘术那庞大的内力？倘若传功途中晕厥了过去，即便是身为守护神的爷爷也会有性命之忧。但如今已是别无他法，东方迅内力如潮水般疯狂涌出，隐藏在风中的能量不断朝二人汇聚而去。风灵之力缓缓进入东方朔的丹田之中，将五仙之力和易筋经肆虐的能量压制下来。与此同时，苏颜几人在外面一脸焦急的等待，他担心东方朔体内能量过于庞大，以爷爷的实力恐怕无法压制。而马管家则轻声安慰道：若连老爷都无法压制，那这世上就没有人有能力救少爷了。你们不用担心，东方家族可是守护武林的隐士家族。这时苏颜突然想起东方朔曾告诉自己，只要找到武林守护神就能化解五仙之力，难道这个人就是东方朔的爷爷？不知过了多久，爷爷满脸疲倦地从洞中缓缓走出，他已经把风灵秘术传输到东方朔体内，肆虐的易筋经和五仙之力的能量平息了。苏颜三人闻言欣喜地跑进去查看，而这时马管家却发现老爷竟少了一只手臂，原来东方朔体内的毒素已是深入骨髓，无奈之下爷爷只能将毒素逼入自己的左手，然后再将其砍掉。得知爷爷为自己付出了如此惨重代价，东方朔心里不由自责起来。这时爷爷告诉了他东方家族的使命，东方家历代以来都是武林的守护家族，昆仑五仙也是被祖先击败才隐居昆仑山的，而家族传承的武学不只有风灵秘术，还有与风灵秘术相辅相成的雷体诀。虽然东方朔掌握了风灵之力，但依旧无法使用风灵刃，需要练习雷体诀才算真正掌握东方家传承。接着爷爷严肃地告诫他，即便是能够使用风灵刃也不可轻易动用，否则会影响整个武林的秩序，只有在守护先祖遗愿和面对绝世魔头时才可使用。如果东方朔不能答应这2个条件，爷爷将不会把雷体诀传授给他。东方朔听完一切不耐烦地答应下来，快教我雷体诀吧，我还要去找顾乔报仇呢。爷爷知道他复仇的决心不再劝阻，只是他体内的能量还未能完全吸收，让他在战斗的时候不能把武功提升到极致，避免五仙之力和易筋经再次失控。1年时光如白驹过隙，赤发鬼和李护卫正在比武切磋，二人武力相当，一时间打得有来有回。这时他们突然感觉地面在不停颤抖，接着一股庞大的劲气破土而出，如离弦之箭般径直冲上天际，上方的云朵竟是霎时间风云变色，电闪雷鸣。下一秒只听嗡的一声，那道劲气去而复返，再次爆射袭来，快如闪电般径直从二人中间穿梭而过，最后形成一柄利剑落到一人手中。来人正是闭关1年出关的东方朔，手中握的正是家族传承神器风灵刃。东方朔把赤发鬼叫到一旁，将有人毒害他们一家的真相告诉了他。之前赤发鬼以为只是麻风病，没想到竟是被奸人毒害，他愤怒地跪倒在地，不断嘶吼，发誓定要找出幕后主使，碎尸万段。他们先是潜入皇宫，弄醒了熟睡的笑音公主，接着请让他去把皇帝请到这里来。皇帝见东方朔到来也很是开心，许久未见他身上的伤疤竟然都消失了。赤发鬼和李护卫跪趴在地上不敢出声，生怕惹怒了龙威。万没想到东方朔和皇帝称兄道弟，互相调侃。许久后，皇帝才突然发现地上跪着2个人。赤发鬼恭敬地将绝魂刀递给皇帝，控诉京城大将军李成昌毒害自己一家罪责。皇帝接过绝魂刀，仔细观瞧一番，确认这正是先皇赏赐予铁血大将军的宝刀。赤发鬼本名龙华，乃铁血大将军之子，他请求皇帝做主，允许他去复仇。而皇帝闻言却是心生顾虑，李成昌野心勃勃，如今势力日渐强大，若你们判断失误，将会造成极大的麻烦。这时东方朔告诉皇帝，铁血大将军中的毒叫做尸毒，此毒无药可解，并且只有军队才可以研制出来，目前最大的嫌疑人便是李成昌。皇帝闻言也是极为愤怒，李成昌近日越发猖狂，甚至还向皇室施压，要让笑英嫁给他儿子，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理由将其除掉。东方朔闻言当即表示不用担心，他让皇帝将上次伪装密卫的衣服借给他，然后以密探的身份去将李成昌杀了，皇帝只需要帮他们处理善后工作就可以。皇帝思虑片刻后最终答应了下来，若能借此机会除掉李成昌，朝中派系问题将不攻自破。深夜，
他们大步流星闯入将军府，所有阻拦之人都被斩杀当场。李成昌见闯入之人一身密卫装扮，心中一惊，莫非皇帝已经察觉到自己有谋反之心，所以派出密卫前来暗杀？这时赤发鬼揭下面罩，露出真容。李成昌，10几年前毒害铁血大将军一家，你可知罪？李成昌闻言浑身当即一震，再看眼前之人竟和铁血大将军有几分相似，难道当年有余孽逃脱了追查？回过神来后，他装傻说道：“什么毒害？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时东方朔上前冷冷说道：“不用狡辩了。”你们兵器制造局的主事已经将尸毒的研制过程说出来了。赤发鬼浑身煞气的提刀走上前去，我会让你以世上最痛苦的方式折磨致死。李成昌见状惊恐的大喊大叫，只见一道红色刀芒一闪而过，李成昌持剑的手臂瞬间齐根而断，紧接着赤发鬼又是数刀劈在他的身上，力度掌握的极为精准，刀刀避开要害。就在这时，突然一位白发老者持剑破窗攻杀而来，赤发鬼连忙侧身跳跃闪躲开来。李成昌的儿子也在这时跑到父亲身边，随即搀扶起重伤的父亲，便要逃离此处。赤发鬼见状连忙想要追击上去，却被白发老者拦住了去路。就在二人即将陷入缠斗之际，突然一道强大的气劲瞬间将其轰飞出去。东方朔神情淡淡对赤发鬼说道：“你去追吧，这老东西交给我了。”赤发鬼不再多言，朝李成昌逃跑的方向追去，紧接着将父子二人逼到了墙角，他提着绝魂刀大步朝他们走去。周围的护卫见状却无一人敢上前阻拦。此时李成昌脸上满是绝望的神色：“你杀了我吧，但希望你可以放了我儿子。”赤发鬼闻言并没有回答，而是一脚将他的儿子踹飞了出去，接着看向李成昌冷冷说道：“你毒害我一家的时候，可曾想过要放过我？我父母妹妹所承受过的痛苦，今日便要你千倍百倍偿还。”言罢，手中的绝魂刀径直刺入李成昌肩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轻易死去的，好好享受这地狱般的滋味吧。”紧接着一拳打碎了他的鼻梁骨，伴随着李成昌杀猪般的惨叫，疯狂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不断有骨头断裂的声响传来。李正管见父亲惨状，不停呼喊着住手，而这时一道身影在屋内倒射而出，随即身体如炮弹般重重砸在地面上。下一秒，东方朔闪身出现在众人眼前，那名白发老者已经被他打成了猪头饼，那小门牙都干飞好几颗。东方朔刚刚站起身，就听到身后突然传来圣旨刀的声响，只见皇帝在一群锦衣卫的保护下缓缓走来，众人见皇帝到来，纷纷俯首跪地，只有东方朔站在原地不为所动。一名锦衣卫见状立刻怒斥道：“见了皇上还不快快跪下，你想死吗？”不料皇帝只是摆了摆手，随他去吧。接着他将李成昌的罪行公之于众，以毒谋害朝廷忠臣铁血大将军一家，甚至大肆招兵买马，试图叛国。经调查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敕令诛其9族。赤发鬼闻言，眼泪不断流淌出来。10几年的灭门仇恨，如今终于得报。父亲、母亲、妹妹，你们终于可以安息了。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东方朔众人次日便向皇帝辞行。皇帝希望东方朔能留在自己身边，但东方朔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转身离开。皇帝深知无法改变他的想法，便让他有时间多回来看看自己。而孝英公主见东方朔要走，眼中挤满了不舍的泪水。东方朔一行人很快就回到了武林盟，盟主见到他气就不打一处来：“臭小子，失踪了2年，连一点信息都没有，上次的事情还没找你算账呢。”东方朔闻言一脸的不屑：“我现在可是很强的，要不是看在你是父亲最好的朋友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揍成猪头了。”盟主闻言顿时火冒三丈：“臭小子，你活腻歪了！”经过一顿棍棒教育，东方朔被打成了猪头饼。紧接着盟主问他武皇城的事是不是他干的，东方朔不耐烦的大声说道：“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爷爷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是我干的。”这话听得唐军师和盟主是一脸无语，东方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白痴？接着盟主脸色严肃起来，说出正题，他要东方朔跟随唐军师前去参加龙军会。龙军会是为了武林和平举行的会谈，届时各方江湖门派都会派遣精锐参加。东方朔闻言当即来了兴趣，这么说的话，武皇城的人也会去了。此话一出，令盟主冒出丝丝冷汗，不由怀疑让他去龙军会是对还是错。而另一边的皇宫内，一名宫女神色慌张地跑进大殿：“皇上不好了，孝英公主殿下离家出走了。”皇帝闻言当即惊得站了起来，简直就是胡闹，快派出锦衣卫去把她找回来。此时的孝英公主已是在寻找东方朔的路上，不知不觉中她喜欢上了那个流氓般的少年，她一定要找到东方朔表达自己的心意。可就在他们不知往何处去寻找之际，突然有2道身影带着淫笑走了过来，其中一人满头红发，自称是赏金猎人赤发，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孝英公主闻言当即知道他在撒谎，因为她认识赤发鬼。猥琐二人组见软的不行就想来硬的，孝英害怕的大叫一声，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金色小刀。猥琐二人组看的眼睛都直了，没想到今天还能财色双收。婢女见他们咄咄逼人，大声怒斥道：“这位是大明皇室的孝英公主，你们好大的狗胆！”此话一出，却引来他们嘲讽的大笑。她要是公主，那我就是大明的皇帝。紧接着毫不费力的便把他们扛到肩上，想要找个隐蔽的小丛林好好交流一番。就在这时，空气中突然飘来一股难闻的味道，他们还以为是2个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但仔细闻了闻又发现不是。接着二人左右环顾，寻找起味道的源头，不料却发现草丛中有一对泛着绿光的眼睛。只见一道高大的身影缓缓站起身来，吓得二人急忙扔掉肩上的女人，拔出武器。“你是什么人？”大汉自称乃浪人武者郭达，
方才在草丛中蹲坑，却遭到猥琐男偷窥，接着看到他们强掳良家少女，决定拔刀相助。他让猥琐二人组在死之前自报姓名。红发男子一脸心虚的说道：“赏金猎人赤发鬼。”郭达闻言顿时勃然大怒：“你以为把头发染红了就可以叫赤发鬼了吗？”紧接着手起刀落，瞬间斩下二人头颅。一看这俩货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此血腥的场面看得两位女子大惊失色。解决完后，郭达告诫他们要注意安全，江湖险恶，可不适合柔弱女子四处闲逛。说完，未等他们搭话，便转身要离开。就在这时，笑音公主叫住了他。她见郭达乃正直之人，便想雇佣他当护卫，直到找到东方朔为止，并把身上的金色小剑给他当报酬。郭达仔细一看，此剑确实价值不菲，但他也不相信笑音是大明皇室的公主，并且表示自己不认识东方朔。人海茫茫，想找个人何其不容易。笑音让他可以先帮忙找到赤发鬼，东方朔一定和赤发鬼在一起。郭达虽然没有见过赤发鬼本人，但一头红发的模样他还是认得。于是他决定接下这份委托。恰好不久后武陵要举行龙军会，或许那里有东方朔的消息。与此同时，龙军会会场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可沈一爷孙俩在现场招聘临时杂工。这时来了一对奇怪的母子前来应聘，女子说自己叫金善琴，孩子虽然看起来痴傻，但力气很大。沈一见他们可怜，便同意他们留下来工作。而这对母子早在1年前，东方朔和苏颜就已经见过了。当时苏颜为了寻找不告而别的东方朔，在去往武皇城的路上遇到了他们。苏颜本想着询问有没有东方朔的去向，不料他们却趁苏颜没有防备，将他打晕，带回家去，想让他给傻儿子当媳妇。幸好苏颜趁他们外出干活时，用内力控制飞刀解开了身上的绳索，也因此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这对母子竟在家中自制了大量火药。而东方朔从麻风岛出来后，也遇到他们母子。他询问了一下武皇城的方向，女人见他风尘仆仆，给了他一个饭团充饥。如今母子二人混入龙军会，目的就是想要偷偷将火药埋入座位底下。另一边，笑音公主几人在前往龙军会的路上，郭达好奇地询问笑音为什么要到东方朔，他是你的情人吗？笑音公主闻言顿时俏脸微红起来，接着她竟大方地承认东方朔是她喜欢的人。不料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大笑，笑音公主竟然喜欢上了一个密卫。笑音见到领头男子神情一变，来人竟是之前比武大会上被东方朔砍掉一条手臂的卓飞。原来他并没有死透，而是被李成昌带到天协会疗伤，在背后支持李成昌谋反的也是天协会。此次前来拦截笑音公主，目的就是为了抓住她，用来威胁东方朔，以此报那断臂之仇。郭达见来者不善，当即拔刀将他们护在身后。但俗话说双拳难敌十几把刀，对方人多势众，他根本难以招架。即便他实力高强，接连砍翻数人，却还是不断在杂乱的刀影中频频负伤。双方战况越打越烈，郭达体力逐渐减弱，被压制往悬崖边退去。他怒吼一声，大刀挥舞，将身侧之人劈碎。不料却被另外3人找到可乘之机，3把短刀在他身上开了3个小洞。而卓飞不知何时已是挟持了笑音公主。郭达身负重伤，想要营救，却已是无能为力。卓飞满脸冷笑地走到他跟前，就你这点实力还想充当护花使者，真是可笑。紧接着内力运转，一掌轰在郭达胸口，郭达鲜血狂涌，径直朝崖底坠去。在其落水之前，传来一声不甘的怒喝：“我还会回来的。”不久后，郭达被河水冲到了岸边，他咬着牙，默默将卓飞的模样记在心里。他们的目标是东方朔，所以说目前公主是安全的。当务之急是前往龙军会寻找东方朔。画面一转，东方朔一行人来到一间客栈歇脚。这时，一群统一服装的武者朝着他们走来，为首之人乃天协会少主卓仁雄。此番参加龙军会是为了查探各方势力的实力。向来以大局为重的唐军师上前语气寒暄，可一旁的东方朔等了许久，有些不耐烦了。此时他又累又饿，吵着要痛快的吃一顿，然后回房间睡觉。卓仁雄见他对唐军师等人指手画脚，以及身旁站着2个实力不凡的护卫，便以为他的身份定然是某位大人物，于是走上前去和东方朔互通了姓名。听到东方朔的名字，他思索了许久，却始终想不起江湖上有这号人物，莫非是某位返老还童的隐士大佬？可东方朔并不打算和他废话，拉着苏颜和唐军师朝着房间走去。卓仁雄错愕地看着他的背影，喃喃自语道：“不知道他在武林盟的身份应该很高吧？连唐军师都对他唯命是从。”这时一旁的监察部长轻笑一声说道：“他只是武林盟后门的一个保安，他从小没学过知识，所以说话从来不用敬语，真是让卓少主见笑了。”卓仁雄闻言当即气得满脸通红，一个小小的保安竟敢戏弄于我。但这时监察部长又是哈哈一笑道：“不过他的武功深不可测，甚至连盟主都说他是无敌的保安，我劝你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好。”卓仁雄闻言越加气愤，一个小保安竟敢号称无敌，即便是以前的魔帝和武皇都不敢自称无敌，他感觉这个说法很是荒唐，于是拔出利剑，快如闪电般朝东方朔袭去。他要看看东方朔到底有何实力。就在这时，2道寒芒骤然与他的利剑碰撞，强大劲力将他震退出去数丈。出手之人正是赤发鬼和李护卫，他们冷冷地盯着卓仁雄。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东方朔却出言制止了他们，并为刚才冒犯卓仁雄的行为表示道歉。但卓仁雄不依不饶，还是想要确认一下东方朔的实力。只要你能够挡下天协会20名高手的攻击，我就承认你是天下无敌。监察部长见双方火药味十足，并没有阻止，让东方朔表现出实力，或许能避免以后的很多麻烦。东方朔神情淡淡的说道：“我很累了。”
赶快开始吧！随着卓人雄一声令下，20位天协会高手利剑出鞘，群起而上。他们身法矫健，顷刻间便将东方朔包围。卓人雄一剑如闪电般横扫而去，不料东方朔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秒便出现在一人面前。一记小擒拿轻松夺过对方的长剑，随即神色淡然地看着周围的人。他察觉到这群人都隐藏了真实实力。卓人雄没想到他的实力竟如此强横，咬着牙吩咐手下使出夺魂剑阵。手下们闻言心头一震，夺魂剑阵可是生死攸关时才使用的绝技。接着纷纷运转内力注入长剑之中，他们从四面八方形成围剿之势，攻向东方朔。东方朔见状，发出一声轻喝，飞龙在天。只见他身似游龙，在人群中穿梭而过，顷刻间便将夺魂剑阵击溃。卓人雄见手下大败，满脸愤怒，他可是要带领天协会闻名天下的男人，绝不能在这里被一个无名之辈打败。紧接着，他的双眼慢慢被黑色占据，身上还隐隐散发出充满邪恶的气息。唐军师看到他的眼睛，浑身一震，这双眼睛曾带给他无尽的梦魇，当年灭唐家满门罪魁祸首一样的眼睛。面对天协会10数位高手的围攻，丝毫不惧，举手抬足间便将对方的夺命剑阵击溃。卓人雄见手下都被震退出去，怒喝一声，周身内力凝聚，劈出一道凌厉的剑气。东方朔招式骤变，同样劈出一道寒光，二人的内劲顷刻间互相碰撞在一起。卓人雄被东方朔雄浑的劲力震得倒飞出去，贴着地面滑行出去数丈才堪堪停下。他万没想到一个无名之辈竟然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只见他发出一声怒喝，身形跃向半空，突然出现一股黑色烟雾将东方朔包围其中。东方朔陷入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就在他疑惑之际，突然察觉到数道寒光正朝自己袭来，他只能凭借着危机感躲过一波波攻击。这处境令东方朔很是无奈，他看不见周围的人，若随意发动攻击，恐怕会伤及无辜。就在这时，他察觉到身后一道凌厉的杀意，可转身一剑劈出时，却发现那里空无一人。不料那道杀意只是一个诱饵，卓人雄不知何时已是出现在其身侧，五指成爪蕴含雄浑内力，狠狠拍在他身上。东方朔被打飞出去数丈，趴在地上不再动弹。卓人雄见状，不由露出得意的笑容，方才一击他可是动用了10成的功力，天底下恐怕还没有人能够安然无恙。可就在这时，东方朔突然站了起来，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一点伤害。苏颜见状，连忙焦急地跑上前去查看。东方朔骂骂咧咧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竟是怕身上的衣服损坏被苏颜责怪。卓人雄见状，心中不由大感震惊，刚才的那一击威力多大，他自己最为清楚，即便是武林盟主都不可能毫发无伤。东方朔也感觉到他那一招的不凡，随即询问苏颜是否知道此招式。苏颜还未搭话，一旁的李护卫抢先开口道：“那是九阴真经里最恶毒的招式，九阴白骨爪。修炼者常用人类的头骨作为修炼工具，很久以前就被武林全面禁止使用。修炼这门武功的人一旦出现，那必将成为整个武林的公敌。”东方朔则认为那只是一门武功，但卓人雄并没有造成杀孽，所以没必要赶尽杀绝。他直接让卓人雄他们自行离开。卓人雄也被东方朔的大度所折服，表示立马回去天协会，不再参加龙军会。夜晚，唐军师在房间内泣不成声，他将灭唐家满门罪魁祸首的事情告诉东方朔。东方朔闻言，当即便要去灭了天协会，给他报仇。但唐军师考虑到目前武林的情况，以及武林盟主的救命之恩，他认为要以大局为重，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不过东方朔向他保证，一旦龙军会结束，他就会杀上天协会。次日，一行人终于赶到龙军会会场。何倩见到东方朔，当即扑进他的怀中，何神医热情地领着他们前去参加宴席。赤发鬼则被派去和何倩一起外出购置物资，不料半路却被一个高大的身影拦下。来人正是被打落悬崖的郭达，他一眼便认出满头红发的赤发鬼，接着简单明了地将公主的事情告诉了他，让他们带路前去寻找东方朔。赤发鬼听闻公主被绑架，不敢怠慢，连忙带着他赶到东方朔的住处。东方朔得知消息后，当即怒不可遏，他让苏颜等人留在会场帮忙，准备带着李护卫前去灭了天协会。苏颜见状，心里是100个不愿意。2年前独闯武皇城，差点生死道消，如今又打算要独闯天协会，他也要一起去。就连赤发鬼也是一脸的不满，凭什么带李护卫去而不带自己？而郭达见他只带一个人，便要杀上天协会，心中暗道莫非这人是个疯子？天协会可是不下于武皇城的存在。东方朔让苏颜不必担心，以他如今的实力，灭了整个天协会都不在话下。为了营救被奸人绑架的大明皇朝公主，轻轻挥出一剑，便将天协会的城墙斩成2半。如此强大的实力，看得随行的郭达目瞪口呆，这是人类能够拥有的力量吗？天协会众守卫纷纷持剑对峙，如临大敌。这时2大护法带人火速赶来，大护法神情愤怒地质问道：“你是何人？胆敢擅闯天协会？”而东方朔并不想与他们过多废话，让你们会长滚出来见我。2护法见他如此嚣张，怒喝一声：“朝廷明令禁止使用火药大炮，你竟敢无视规矩摧毁天协会城墙！”东方朔闻言发出一声冷笑：“你以为我需要用那种东西吗？”言罢，长剑再次朝前方骤然挥出，一道凌厉的劲气瞬间越过人群，摧毁了身后的宫殿。2大护法见状，不由心中大骇，轻轻挥出一剑，竟有如此大的威力。东方朔语气冰冷，缓缓说道：“我不想多造杀孽，你们抓了我的朋友，让你们会长出来见我。”2护法闻言心头一震，卓非前些时日抓回来一个女人，说要利用她找东方朔报断臂之仇，莫非眼前之人就是他口中的东方朔？这时天协会少主卓人雄被巨大的声响引来，东方朔见他到来，冷声开口：“我们又见面了。”卓人雄闻言冷笑着说道：“没想到你还敢跑进天协会来送死，
上次若不是当着武林各派的面，你以为我会让你活到现在吗？”言罢便命令众人将他们三人重重包围。不料这时突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都给我住手！”来人正是天协会会长卓一凡。“你就是废了卓飞一条手臂的东方朔吧？”东方朔神色淡然开口说道：“人差不多到齐了，先把卓飞和公主交出吧。”卓一凡闻言满脸错愕之色：“什么公主？”随即他眼神凌厉地看向一旁的二护法。二护法见状吓得连忙跪伏在地传音道：“是卓飞抓了笑音公主，他让我等不要向您汇报。”卓一凡闻言气势骤然四散开来：“你好大的胆子！”这时东方朔严肃地说道：“还有唐家灭门是你们天协会干的吧？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卓一凡闻言眼神凌厉地看向东方朔：“你不过是武林盟的一个保安，你有什么资格过问此事？”下一秒只听一声清脆的剑鸣声响起，一道霸道的剑气瞬间掠过，将远处的天协会主殿轰成了碎渣。东方朔保持着出剑姿势，冷冷说道：“我不想杀了这里所有人，把当年参与唐家灭门的人都交出来。”卓一凡见他如此嚣张，利剑瞬间出鞘，毛头小儿竟敢威胁我，找死！东方朔见状，长剑骤然一挑，恐怖的气劲如骇浪般汹涌而出，卓一凡当即被震得倒退回去数丈。此时的他满脸不可置信的神色，自己竟被对方轻轻一剑逼退。东方朔语气从容，淡淡说道：“别急着来送死，死之前你不该告诉我为什么要灭了唐家吗？”卓一凡冷笑一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你都不懂吗？当年为了争夺唐家那位12岁的天才，江湖各方势力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尤其是武皇城和魔帝城，若让他们得到那天才的协助，天协会将无法再与他们对抗，所以我索性灭了整个唐家。”东方朔听罢，语气变得无比冰冷：“若你不想天协会被彻底灭门，你最好把参与那件事的所有人都叫出来。”卓一凡闻言满脸轻蔑地说道：“我承认你很强，但你以为你还能活着离开这里吗？即便我不是你的对手，天协会数千兵马还能敌不过你不成？”言罢，浑身气势骤然攀升到顶峰，所有人随我一起上，杀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上千兵马如蜂巢般朝东方朔攻杀而来。东方朔见状，眼中闪过一丝凌厉之色，浑身内力运转，气势不断攀升，道道狂暴的劲气朝着四周骤然迸射而出。只听嗡的一声巨响，场中金光乍现，如烈阳般将众人淹没其中。所过之处不断传来天协会守卫的哀嚎声，即便是卓一凡父子也无法抵挡半分，仅一个照面便被震倒在地，如同死狗不再动弹。这时姗姗赶来的卓飞见状，发出一声惊呼：“大哥！”郭达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这种实力是人类能做到的吗？卓一凡可是媲美武皇和魔帝的存在。东方朔看着卓飞，语气冰冷说道：“你终于出现了。”卓飞咬牙切齿，怒声大喝：“你这混蛋到底干了什么？”可他话还没说完，东方朔已是一拳如重锤般轰在他鼻梁之上，随着骨头碎裂的声响，他整个身体倒飞出去。众守卫见状纷纷发出惊呼，却不敢上前阻拦。东方朔缓缓走到卓飞跟前，冰冷道：“笑音公主在哪里？”卓飞口鼻窜血，恶狠狠说道：“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我保证你连她的尸体都找不到。”东方朔闻言俯身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看来你的骨头很硬，随即对着他骨折的鼻梁哭哧哭哧又是9981拳，每一拳都打在相同的位置。卓飞疼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我错了，我说，他在北边的死牢里，我让杨护法带你去。”东方朔得到答案，一把扔掉卓飞，缓缓起身。二护法神情严肃地说道：“跟我来吧，我会给你带路的。”紧接着几人被带到北边的一个山洞，东方朔和二护法来到牢房，找到笑音公主。东方朔见公主陷入昏迷，连忙上前查看情况，却发现公主身上竟长满了类似麻风病的症状，他一眼便看出那是自己曾经中过的尸毒，随即愤怒地看向一旁的二护法：“你们这些混蛋！”话音刚落，公主疲惫地睁开了双眼：“臭流氓，是你吗？”东方朔见状连忙关切地询问感觉如何，不料二护法趁他分神之际竟夺门而逃。东方朔见状，一道凌厉的劲气瞬间迸射而出，可二护法一个闪身钻入了隐藏的密道之中，并在逃离的瞬间将出口死死地封住，只留下一道响亮的声音在牢房中回荡：“东方朔，这里将成为你的坟墓，天协会研究的尸毒无药可解，你就等着被感染和你的公主葬身于此吧。”通过一番探查，东方朔发现公主中毒不深，以他如今的实力应该可以彻底清除。笑音看着他虚弱地说道：“能在死之前再见到你，我很高兴。自从你上次离开后，我每天都很想你，我只想找到你，然后告诉你我喜欢你。”东方朔听完笑音的告白，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此番场面。就在这时，整个山洞突然传来轰隆巨响，整个洞口竟开始轰然倒塌。东方朔只能抱着公主寻找安全位置，在洞外守候的李护卫二人也暗道不妙，大声呼喊着询问东方朔此时的情况。等一切恢复平静，东方朔发现所有出口都被碎石死死封住。在他思考如何离开此地之际，异变再次突起，牢房的墙壁间隙中突然喷出一股浓烈毒烟，毒烟弥漫下，笑音公主很快便起了异常反应，竟满脸通红，杏目迷离，不停呢喃着东方朔。东方朔见状才反应过来，那些混蛋竟给他们下了情毒。接下来的画面你们不喜欢看，我帮你们看了啊！经过一番深度治疗，东方朔将笑音体内所有的毒素彻底清除。与此同时，天协会的兵马悄无声息地朝山洞围拢过来，
虽然尸毒世上无药可解，但东方朔的强大还是令卓飞不敢掉以轻心。很快，他们便发现守护在洞外的李护卫二人。卓飞见状，当即下令要将他们活捉。就在二人全身戒备，准备殊死一战之际，突然一道狂暴的劲气轰碎洞口，急射而出，犹如一道雷霆般一路贯穿数十名守卫身体。而那道劲气骤然调转回到东方朔手中，正是东方家族传承神器风灵刃。东方朔带着公主缓缓走出山洞，他看着天协会众人冷声说道：“你们来得正好，省得我再回去找你们。”见东方朔安然无恙，卓飞气得咬牙切齿，所有人一起上，把他给我杀了！随着一声令下，无数天协会守卫怒喝着群拥而上，隐藏在高处的弓箭手纷纷拉弓满月，箭雨顷刻间如雨点般朝东方朔倾泻而下。东方朔见状，浑身气势爆发，身体漂浮在半空。既然如此，你们就都给我去死吧！只见他手指微动，风灵刃便化为一道电弧，瞬间消失不见。随即他右手伸到胸前，骤然握紧风灵雷刃斩。下一秒，以他为中心掀起一阵飓风，无数道刀钢在飓风中急射而出，所过之处，守卫们惨叫着被劈成阵阵血。这股摧枯拉朽般的力量，他们根本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短短几息间，所有人便被斩杀殆尽。抬手一挥间，途径上千兵马，这便是拥有风灵秘术的东方朔的真正实力。